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是一个00后，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我上面还有哥哥姐姐，但我们3个都不太喜欢回家，因为跟父母的观念相差很大，住在一块儿就总是会干预你的生活。每次只要过年待在家里，我哥就会每天被我爸催着结婚，而我就会每天被我妈催着起床。2个人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你有感觉现在年轻人回老家就2件事：起床、结婚。在我们老家那种传统观念非常根深蒂固的地方，父母对孩子结婚真的非常的重视，而且我们那儿催婚催得真的特别的早，早的18、19岁就要开始相亲。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我们那儿农村都是这样，就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要必须找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生子，共度余生。所以我从小就明白，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高考是唯一的出路。我们那儿这种现象很普遍，就是没上学的结婚的都很早，大学生单身的都很多。高考就是我决定我们婚姻状况的分水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什么是独木？光棍。但考上大学也逃不过去。去年我也开始被催了，我说我现在恋爱还没谈呢，我爸说我教你。我说你很难相信，一个上个世纪通过相亲组成家庭的中年人，来指导我一个年轻人怎么在微信上跟别人聊骚。要知道微信怎么用还是我教他的，翅膀有点硬了吧？对，太没有说服力了。他当时都没有恋爱过，现在却来教我，这种诡异的师徒关系，我平生只在大学里见过。就是那种一毕业就留校的就业指导老师。对，我当然我也试过劝过他们别催了，但是没有用，因为有些父母的思想啊，你也不能说是落后吧，那简直就是原始。我真的在他们眼里，我生命的意义那就是求偶，马不停蹄的求偶。我当我们年轻人还每天 emo 啊，躺在那儿对未来感到迷茫啊，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妈站在旁边，起床结婚。当我们年轻人还每天待在象牙塔里探讨哲学，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是个光棍，你从床上起来，到民政局去。直到后来又劝他们，才了解到他们为什么这么逼迫孩子结婚，是因为在他们大人的世界里，如果孩子年龄大了不结婚，他们会觉得自己很丢人。只有我结了婚，他们才觉得自己有面子，甚至我结了再离都可以，给他们刷一个成就。真的好像我结婚对他们来说就像成就一样。小时候会炫耀孩子上学，成年了就开始炫耀孩子结婚。等再有亲戚来家里做客，我妈可能又开始洋洋得意。我们这孩子啊，特别优秀，那可是我们村第一个结婚的大学生。这孩子从小就想结婚，也不玩游戏。也不看快书，这每天啊一起床就开始结婚，没人逼他，你说说。哎，可惜呀，今年没发挥好，离了。明年啊，准备再重新结一次。孩子要强，没结上他的第一志愿。就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结婚还是很有难度的啊，要先起床的。我人生还长，我想再睡会儿。好，今天让你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是一个00后，现在，谢谢。没见过吧？现在毕业2年了，但感觉压力还是很大，而且我会把压力会量化的非常的具体。你比如说一个房子3000块1个月，那对我来说就是1天100。我一旦这样想，每天就会过得很焦虑。每天中午起来一看表啊，50块了，一焦虑晚上就睡不着，一睡不着你就更焦虑。我就眼睁睁看着时间就这么1分1毛的过去。别人失眠都是1只羊2只羊，我1毛1、1毛2。别人数的是羊，我数的是羊少1横。平时还要处理人际关系，也很烦。我不爱回微信，经常不回，
你们的微信都是WeChat，我的是 YouChat。回信很累啊，总是要字斟句酌，生怕回得不恰当。我甚至连回复 OK 的时候，都会特意的改成小写，这样显得比较圆滑、俏皮。但是你不回呢，又要找理由解释，就很消耗。所以我每次就很喜欢坐飞机的时候，你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回，对吧？你那种打开飞行模式，什么消息也收不到，那种感觉，哇，上天了。莱特兄弟为什么发明飞机？就是嫌地上的人话太多。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要找一个正当理由。我现在就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我现在随心飞，就是受不了很多的压力和规矩，啊，就想怎么才能逃离一段时间。就有没有一种办法，它既远离人烟，又不会饿死？出家，生活清静，对吧？社交也简单。和尚没有什么勾心斗角，没有什么精神内耗，更没有什么亲密关系。别人跟我说话，我可以不回复，他不会觉得我不礼貌，他只会觉得天机不可泄露，而且也很容易受到世人的尊敬。那即使我什么也不会，还是会有人叫我一声小师傅。而且庙里的生活它更健康，近几年流行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里面都能享受到。你像斋饭、减脂、敲钟、有氧、打坐、正念冥想，但再也不用担心失眠，每天都有人在你旁边念经 ASMR。今年5月，我就认真研究了一些寺庙，在大众点评上，但不知道哪家最好。大众也不是什么都评，我就希望他能推出一个榜单，推荐一些本地剃度修行必须要去的地方，就叫必秃榜。我打开一看评价，很不错的一次体验，戒疤点得很圆，很对称，很像六筒，很喜欢，下辈子还来。每天想这些有的没的，甚至开始好奇，那种常见的戒疤，它为什么都是双数？为什么没有5个戒疤的？我就开始在网上找，有没有点5个戒疤的在我那个城市里。5疤同城。这就是现在精神状态。但其实后来发现，戒疤不都是双数啊？它有1、2、3、6、9 5种。我就想，为什么不是从1到9都有呢？是怕方丈拿徒弟打麻将吗？1个和尚挑水吃，2个和尚抬水吃，3个和尚吃。想出家念头就越来越强烈，就告诉了家里人，他们觉得我疯了啊，说我是离经叛道。我也很委屈，这哪里是离经叛道了？我就是去念经的，这是离经的近道。他们一直让我考公考编，啊，说这样上岸了之后就一辈子稳定。稳定，还有哪里比出家更稳定？而且他们讲究轮回，我不光这辈子稳定，我来生都稳定。什么上岸不上岸的，回头就是岸。所以就很不明白，很多人一有烦恼就会去庙里求愿、求事业、求爱情。你要想彻底解决问题，留下来就可以了。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山东的意思。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怎么才能？让我讲完好吧。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怎么才能一直感到快乐呢？双手合十。
我就感觉我这个想法简直太完美，就终于要逃离世俗了，但最终还是没有去，还是那个问题，不知道哪家最好。我怕选错了寺庙，那耽误的可就不止一辈子。好，严厉，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陈树。我今年24岁，已经开始做体检了，不是查糖尿病啊，也不是身体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就是感觉按照我这些年的生活习惯来说吧，也该出点问题了。去的是那种体检机构，效率很高，他们一边抽血一边推销，哇，就是一开始抽血就问，心脑血管要不要查一下？要不要查一下？微量元素要不要查一下？那胳膊上插着针管能不查吗？我感觉如果说不查，他会把血给我打回去。不查是吧？那抽多了，抽多了。有些医生还会故意的做出一些反应来引起你的焦虑，去查心脏彩超，医生拿个仪器在我身上划来划去，看着影像，突然来了一句：“唉。”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同意捐献。就很奇怪，他也不告诉你什么情况，就在那儿自言自语刺激你就在那儿，唉，现在得癌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喽。我加了27项的检查，我加到最后几项，医生都不忍心了，说这个你也要查？我就跟个闰土一样在那儿查，查出来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当你花了很多钱只查出来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你真的很不甘心呢。一共花了3891块，医生说我只是有点缺钙。我说还有别的问题吗？他说肾里有点结晶，多喝水就好了。多喝水就好？你知道不来体检我能多喝多少水吗？3891瓶，而且24岁缺钙。人的身高一般在20岁就停止发育。我说我现在补钙还能有什么变化吗？医生说如果你补钙补得多的话，肾里的结晶就会变成结石。我说好，总算是有个盼头了。总是对身体很焦虑经常看一些健康科普学知识，但不舍得为知识付费听说吃鱼油对身体好，然后心里又想，鱼油太贵了吧，能不能吃鱿鱼啊？而且网上的健康科普真的实在太多了，一上网就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对。什么不要久站会静脉曲张，那我坐一会儿吧；不要久坐会腰肌劳损，那我躺一会儿；不要久卧会肌肉萎缩。我现在问题就是知识太多。想健康怎么办？24小时后空翻。健康达人魂斗罗。我就是很容易相信健康科普，直到视频里开始打广告。我说那你前面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教我知识就不能卖我东西，你不能授人以鱼的同时又授人以鱼油，很难分辨。但等你意识到这是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有些科普他做的很吸引人你很难不点开。他从标题就开始挑衅你，你还不知道为什么烤肉会变成褐色吗？我说不知道因为没涂防晒。我一点开，因为羟基化合物和氨基化合物在高温作用下发生了美拉德反应。我说我知道了，曼德拉反应。科普就这样，你感觉学到了很多，其实完全没听懂。那知识就像一只蚊子一样，在我耳边嗡嗡转来转去，一拍脑袋什么也没有。但科普也很贴心，他知道你听不懂就会赶紧开始举例子。不仅是烤肉，茶叶也能经过烘焙产生美拉德反应，这就是统一春福焙茶。3重焙火工艺释放特色焙香。你看，等你意识到这是个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吧？巧妙。平时也做过一些健康生活的努力为了不熬夜，就想着读点书容易困。下载了微信读书，放在手机桌面上最显眼的位置，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的图标都移除，想找到非常麻烦。就这样坚持了半年，我变成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我打开那个娱乐软件的步骤越繁琐，我玩的时间就越长。我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得多住几天啊？我现在微博都刷不出新鲜事儿来了。微信读书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我还没同意呢。
我就觉得人只要不付出成本就很难改变，于是就斥巨资买了个新手机当主机用，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都从主机上卸载下载到副机里进行物理隔离。第二天主机落在了出租车上，成本太高了。后来想锻炼身体，就买了一个哑铃。哇，真的，有些事情你不坚持一下，你都不知道自己只能坚持一下。我当时看着哑铃，我说我应该还可以吧，我这血气方刚正直少年，大手一挥，你的想象超乎你的能量。强撑着硬举了一下，哎呦，10分钟喘不过气来，说不出话。终于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哑铃了。就很难坚持，很容易放弃。听一些自律的健康博主说，只要努力，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所以我现在做事情之前都会告诉自己，还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等一会儿。唯一还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就是看科普。我现在熬夜看健康科普。哎，只要你健康科普看得足够多你甚至能看到你的不良习惯是对的。当我有天晚上刷到一条“你还在跟风早起吗？对身体的伤害不亚于熬夜”，我说：“哎呦，对了，终于找到懂我的家人了。”我赶紧点赞，让大数据多来点真理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也不在少数人手里，真理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熬到夜里一看表，哎呦，3点钟了，但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真雅丽，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这个人在舞台上一般没有什么情绪但我在生活中不是这样我经常会上一秒很开心，下一秒就会突然很忧伤一种2进制的情绪朋友问我是不是双向情感障碍我说不是，我只是2种情绪跨越得很快我是双向情感刘翔。开心很容易但忧伤的情绪这种你就很难表达，因为你很容易遭到别人的嘲讽说你无病呻吟，那不是废话吗？有病我就去挂号了呀。还有更难听的会说你是什么矫情狗。哎呦，你怎么能用狗来形容一个忧伤的人？谁会在忧伤的时候伸舌头哎，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原来小家只是忧伤是吗？小家误诊了误诊了。所以现在我有这种情绪，每次想要表达忧伤，就会很害怕别人会觉得我是在表演因为说实话，哪怕是我自己在看别人的时候，也会经常有这种感觉尤其是有些人他的忧伤，他会在朋友圈和微博发2遍你第1遍我相信你是真的在忧伤，在你发第2遍的时候在想什么呢？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哭泣，所以刚才是倒数第2次喽。刚才我看的是你忧伤的点映场，很奇怪，在忧伤的时候你居然还能记着全平台发送，什么意思？不许动，你已经被我的忧伤矩阵包围了。举起手来，点赞。所以我经常在看别人朋友圈的时候会感到很困惑尤其是有些人的朋友圈，你点进去之后发现，仅3天可见，但有一堆置顶。这是让看还是不让看？你感觉他对每个时间段的自己态度截然不同我3天前怎么样？你别管。但我2023年的5月24号凌晨2点钟诞生了一些多么痛的领悟，你必须要看一看。我把它排版到了最上面这是我的招牌忧伤。大家都希望别人能够只看到自己想让人看到的如果毕业写简历的时候也能这样就好了。英语4级，计算机2级，精通 Office， 置顶，第1学历，仅自己可见。
其实自己也不是很想见啊。就这样，每次一想要表达这种情绪，就会想很多事情打断自己的情绪。你在生活中就很难沉浸在这种忧伤里。有一次在跟朋友喝酒的时候，朋友掏心掏肺讲了很多往事，感慨说：“哎，人生就是这样，你总要妥协，总要低头。”我们都听得很动容，为他难过。然后他突然扭头说了一句：“服务员，开张发票。”我那一下氛围感全无。啊，你能想象吗？刚才还人生低头呢，现在发票抬头了。忧伤就是这么脆弱啊！只要这种现实的东西一出现，就很容易被打破啊！你很难同时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纳税人啊！因为诗人一般都没到启动点嘛。有时候我就想，就是你说李白，他如果在现代，他能这么豪迈地表达自己的忧愁吗？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儿啊，记得开张发票。月儿报销万古愁，岑夫子，丹丘生，群收款 A 一下。啊，完全没有感觉，一点都不浪漫。现在的生活就是太现代了，这种现实的东西太多了，你很难专注在自己的情绪上。有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想喝酒，外面还下雨了，我就只能以一种忧伤的状态打开外卖的便利店，选了一瓶酒，然后我就发现，哎，满20起送。满39免配送费，神券满49减8，膨胀一下满49减10，那就相当于还是39，白拿10块钱的东西。哎，这收藏关注又减2元，加群还可以领券叠加。那要不再买块巧克力吧？听说这个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更配。哎，这超值单品里还有一双1块钱的袜子。1块钱的袜子，但我平时在淘宝买是20双18块钱，18除以20，那就是9毛钱一双。哎，我忧伤呢？我忧伤哪儿去了啊？我忧伤哪儿去了？怎么走了太久就忘了为什么出发呀？哎，我忧伤哪儿去了？我忧伤哪儿去了？我的忧伤被满减掉了。解忧杂货铺。有人会觉得，哎，忧伤消失了不是挺好吗？但我不是想让它消失，我就是想完整的在里面沉浸一会儿啊，不想要被打破，不想要再被打破，不想要这种碎片化的忧伤。于是我就问朋友有没有什么忧伤的电影推荐。朋友当时一共说了5句话，最后一句我永远都忘不了。他说有一部电影叫《海边的曼彻斯特》啊，男主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3个孩子全部去世，妻子也与他离婚，他一直无法原谅自己，沉浸在后悔和悲伤之中。你以为影片结尾他会治愈自己，重新开始生活，结果最后也没有。你可以去某音看5分钟解说。好，金奖励，谢谢大家。哎，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是一个00后，然后谢谢。我今年23岁，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北京，然后开始讲脱口秀。但我平时最主要的收入还是来源于我另外一份非常稳定的职业，儿子。对，每天主要工作呢就是啃老。但刚开始确实会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现状，会觉得自己很矛盾，因为前2年还在叛逆，每天跟父母吵架，能不能不要管我？能不能不要管我？一转眼毕业之后，能不能给我5000？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不，浪子回头就换金。但进入社会之后，还向家里要钱，就的确会真的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措辞。给我5000这句话真的太难开口了，尤其是前面那个动词，它很难拿捏尺度，因为你说给，就代表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索取，但你说借，又代表还。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跟他们说，还差5000。哎，这也很好，我既没有说要，也没有让他们给，我只是描述了一下我的状态，该怎么做你们看着办，还差5000。
而且这个要钱的时机也十分的考究。因为我平时不怎么跟家里联络感情，所以如果每次都是缺钱的时候才打电话，那就会显得有一点冷漠啊。所以我每次都要找一个由头，等一个千载难逢、顺其自然的机会跟他们联系。爸，父亲节快乐，还差5钱。妈，母亲节快乐，把电话给我爸。但这样机会很少，很难找。有时候你也很希望父母能够不那么传统，也过一过洋节。爸 ，Merry Christmas，Give me 5。爸，不给房租就捣蛋。因为你长大了之后跟父母打电话，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最多也就都只能尽量的想办法寒暄几句啊，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工作顺利吗？工资结了吗？还差5钱，每次都是这样，图穷匕现，电话荆轲。但我不擅长找话题，不是每次我都能跟他们聊上一会儿的。现在点开我爸那个微信，2个人通话时长是越来越少，5000是越来越多，甚至到后来电话都不打了，直接微信发5个字，爸还差5000，过一会儿钱就打过来了，一字千金。虽然我爸妈每次最后都会给我钱，但其实他们心里并没有那么支持我做这个，他们还是会觉得我是在不务正业，马上就要失去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应届生身份。当然，我也能预料到他们的态度，所以一开始我不太敢告诉他们我具体是在做什么。可时间一长，家人不知道你在干嘛，又每隔段时间不停让家里打钱啊，他们总会怀疑你出了什么事儿。我每次都跟他们解释，我说放心，我没出事儿，我挺好的，这边的朋友都很照顾我，他们都鼓励我加油，好好干。你这么年轻，一定能成功的啊！我只是现在需要钱，我这个干好之后很挣钱的。我没有被骗，很多高学历的人也在做这个的。很难获得他们的支持，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如果你既想全职做喜剧，又不想依靠家里的话，那你可以平时用一些闲钱做一些投资。闲钱？我说我哪有闲钱，我只有忙钱。什么是忙钱？就是钱来了就走了。忙钱，我钱3过家门而不入。就我的钱如果是闲的，我何必还这么忙？但我上面说的其实都是以前的情况，现在开始挣到钱了，也上了节目也会收到一些劳务，有了钱之后就终于能够有底气的去面对父母，告诉他们还差4000。好，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之前做过编剧，现在无业，然后不是很想上班，因为感觉上班太累了，每天醒了就工作，困了就喝咖啡工作，总是要往身体里加一些液体来让自己保持续航。有时候感觉我也不是年轻人，我是个汽车人，对吧？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对吧？现在年轻人休息也不叫休息，对吧？叫充电。新能源汽车人，难怪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燃起来了。我其实有时候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上班困的时候就一定得喝个咖啡来提神。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在网吧通宵的人会喝咖啡，他们只吃泡面。打游戏只会让人饿，不会让人困，说明游戏本来就提神。所以我们上班困的时候不应该喝咖啡，应该打游戏。其实不想上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害怕。最近几年听说过很多那种加班猝死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多那种大公司都会开始配备那种 AED 的急救装置，如果发生了猝死就能够及时的抢救回来。真好，真贴心。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猝死了。那大公司机会就是多。
就让你猝的没有后顾之忧，对吧？想猝就能猝，猝完还能猝，对吧？这个措施可太奇怪了，就是他们想的办法不是怎么才能不猝死，而是猝死了怎么办？对吧？他面对猝死的态度不是不要，而是别怕，把加班猝死，不解决加班，解决猝死。你感觉比起按时下班，还是起死回生更容易一些？我相信劳动的法律，他相信医学的奇迹。如果我入职一家公司，我看见了 AED， 那我就知道这个班是加定了，对吧？它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因为如果我加班猝死的时候，如果要用上 AED， 那说明还有另一个人在加班呀。一个 AED 就赠送2个加班额度，猝死促销。2个人每天晚上就在那战战兢兢、面面相觑。今天咱俩谁是谁的爹呢？感觉现在睡眠就越来越少，对吧？甚至现在每年的3月21号还专门有一个世界睡眠日，来呼吁对睡眠的重视。你从这个日子就能看出来多么的迫切。3、2、1睡。我感觉世界睡眠日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卑微的节日。它有一个活动叫做多睡1小时全球公益活动。多睡1小时，活动力度也太大了吧。甚至后来这个活动就变成了早睡1小时，也太懂事了吧。我能不能多睡1小时？不行，那我自己早睡1小时。哇，这1小时都不帮我呼吁了，让我自己想办法早睡1小时。我觉得这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只有早上我晚起1个小时，我才觉得我多睡了1个小时。晚上早睡1个小时，我觉得我少玩了1个小时。你都不知道再这么呼吁下去还有什么活动，只睡1小时。你就感觉睡个觉，多睡点觉怎么就这么难啊？我就想睡觉，我就爱睡觉。我做梦都做梦中梦，我睡觉的时候都在睡觉。但是结果网上说，睡觉睡太多了，可能是嗜睡症，说我有病啊。我说这也能是一种病？那我能不能请病假呀？为什么没来？身体不舒服，困了，想挂号去酒店看看。对，这就是现在的评价体系啊！你每天睡得多，你有嗜睡症；你每天吃得多，你有暴食症；你每天动得多，你有多动症；你每天工作多，哎，你有上进心。对工作的评价也太积极了吧？你提到学习和工作，都是那种正面的词汇啊，都充满了赞美之情，什么废寝忘食、孜孜不倦，我天道酬勤。你一提到休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为我50。你感觉从小学的那些知识也没有什么鼓励休息的，对吧？它只有孙权劝学，没有孙权劝教。什么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你没睡醒，当然要刮目相看了。我听到最多的一个鼓励休息的词是劳逸结合，还得跟劳结合。啊，就不让休息，对吧？你天天灌输这些牛马的思想啊，就不让我休息，就不让我休息，对吧？困了给我杯咖啡让我醒过来，对吧？猝死了给我个 AED 让我活过来。怎么地球没我是转不了了吗？废物地球，啊，你就这么一直想让我再生，完了，年轻人真成新能源了。来，欢迎你，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最近歌手挺火的哈，我前段时间也去歌手了啊，我割的是右手，在做饭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右手的大拇指啊，当时流了很多血，就赶紧缠上纱布跑到医院。但是在急诊里，如果你伤的只是一根大拇指的话，你会看起来很像是在幸灾乐祸。真的，那里面有很多打着石膏的、坐着轮椅的从我旁边经过，我就在那儿，
50步战100步啊，真的是。然后去挂号的时候，血还没有止住，而我这个人呢，在受伤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容易撒娇啊。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先去看了再来挂啊？就在那跟护士讨价还价，啊，我们俩就像那种玩具店橱窗门口的母子。我说让我先去看看，让我看看吧，让我看看吧。然后他就不耐烦了，一句话让我老实了，他说那你去吧。你看他让不让你看？排队很慢啊，但问诊的效率很高。那医生当时就看了一眼，就说：“哦，你这个呀，我处理不了，你去那哪儿，那儿能帮你缝一下。”然后就把号给我退了，把号给我退了。我就说先看再挂号嘛，没人听。然后就只能又打车又排队又挂号，晚高峰真的非常的堵，我的血管也非常的通畅。到时候我说医生，我这个手指割伤了，上一家医院说他缝不了，让我来这儿。医生说啊，哦，那我应该也缝不了。他当时连看都没有看，直接就说他缝不了。我当时直接又忍不住开始鼓励他。我说他缝不了，你就缝不了了吗？他说你缝得了，我也觉得你缝得了，你试一试呢，你试一试，没有关系的。那医生也非常不知所措，活了几十年没有经受过这种鼓励式教育。但最后还是勉强的答应接过我的那个手指啊，拆开那个纱布。我把号给你退了，我真不会。然后他开始拿着我的拇指开始给我解释为什么。他说：“你看，你这个手指上的伤口啊，现在已经分开了，你看到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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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你别弄了，你再这么弄，下一家也缝不了了。”我当时就心想，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跑了2家医院都没能缝上？哎呦，我这个手可真是生不逢时。而且2家都是挺好的医院啊，都挺好的医院。我就想起网上之前流传那句话，叫什么“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很多人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说啊，我被治愈了，我被治愈了。我没被治愈，我被拒诊了。我当时看到那个科室里摆了一些书啊，我就在想啊，我现在自己开始学医，我来不来得及啊？来不来得及？来不及，因为看书没办法翻页啊。然后接下来又是同样的环节，开始给我介绍下一家医院。我那天晚上我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在这猜我喜欢呢。我当时就看着自己的手，我说：“这是一根大拇指吗？这不就是一根接力棒吗？”流着血一个一个往下传，4×100cc 接力。上车的时候我都想跟师傅说，我师傅开快点啊，最后一棒了。到了第3家医院就真的很不一样，非常专业啊，一点都不草台。刚进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尤其那个保安最不草台了，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当时着急啊，我走了近道。他说必须原路返回，走安检通道啊！我说安检通道，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伤害谁呀？对吧？我知道安检通道是为了检查一些管制刀具，对吧？管制刀具，我不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刀具才来看急诊？还要检查，对吧？还要检查，对吧？然后，但是医生的确比较专业啊，医生非常专业，给我提供了2套治疗方案。第一套是手术缝针住院，第2套是回家自己愈合。我说啊，第2套是什么？我夜里在高架上跑了一圈，第1家医院说第2家能缝，第2家说他缝不了，第2家医院说第3家能缝，第3家说不用缝。我说你们要不先开个会呢，对吧？是怎么得出这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医学生的教材也分人教版和苏教版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不缝的话会怎么样？他说不缝的话呀，伤口就会长好。我说啊，
多新鲜啊，对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这个缝了的话会怎么样？他说缝了的话，伤口就能长得很漂亮。我说很漂亮，是要给我缝一朵花吗？到时候我就是一手玫瑰。而且我不知道我手上的伤口长得很漂亮有什么用啊？然后以后跟人发生争执了之后，我直接扇他一巴掌，他说哦，漂亮。对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那不缝的话，有多大概率能长好？他说大概80%吧。哎，我一听，我说那是不是差不多就是一定就能长好啊？他说不是，还是有20%的概率长不好啊。20%是什么概念啊？20%什么概念？就是1/5。1/5是什么概念啊？1/5什么概念？他一直在考我，考我约分呢，在这儿。然后他为了能给我讲明白，还给我举例子，举的例子也非常的有针对性。他说1/5呀，就是你一只手啊，其中一根手指受伤的概率，它就是1/5。我说啊，真的要举这么生动的例子吗？但突然被他说的感觉1/5非常大，但接下来一句话，他让我觉得1/5很小。他如果你要手术缝针住院的话，需要1万多块。我1万。远大于1/5。我说不缝了，不缝了，不缝了。但你不缝的话，需要在那个病历上签字确认不做手术。我真的很残忍，杀人诛心，就是放弃治疗大拇指的责任书啊。他需要大拇指亲自来签。讲理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这2年主要在外地念书，跟老家人朋友聊天，主要靠发微信。但我发现微信这个软件其实很容易让我变得敷衍，就是朋友转我视频，我肯定不看，哪怕我本来就在看视频，我只会先等1个小时，然后说好好好好好。他说这是我偶像进监狱了，但他发的是语音，我也懒得听，我说笑死。线上有点敷衍，线下也不是很擅长社交。大学有空去讲一讲脱口秀。大一那年省吃俭用攒了1500块钱，瞒着家里去成都打了一场比赛。朋友们，这是场豪赌，因为如果赢了，我就能用奖金买机票回上海。比赛结果怎么说呢？上海30个小时绿皮硬座也能回。我上车的时候其实感觉还好，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只要有手机玩，熬30个小时不是问题。上车之后才发现这辆车有座但没有插座。说实话，我宁愿它只有插座。手机没电之后，我才意识到平时坐高铁还是有点太矫情了。有人外放视频，我就心想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大？但那天，我说这个声音我怎么听不清呢？我发现我其实挺喜欢跟人一起看视频的，烂片我也看。我感觉烂片可能就适合在绿皮放，无聊的人看无聊的片儿。上海堡垒只在绿皮，豆瓣至少9.9。绿皮书能拿奥斯卡，就是因为叫绿皮。我觉得人可能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才容易看东西感到开心，觉得好玩。我现在特别理解录节目为什么要做得紧，还要收手机，以为自己踏上了通往快乐的列车，殊不知这是一班绿皮儿。但手机陆续都会没电，车厢里会进入真正的无聊。我发现人在真正无聊的时候，平时你觉得奇怪、不合时宜的人和对话也会显得很有趣，甚至有点期待。我当时对面也是一个大学生，印象很深刻。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这要在微信上，我立马拉黑他。但当时在绿皮上，我说：“可乐还有这种功能呢？”闲着，你展开说说。这里的对话就是完全不敷衍，甚至有点冒昧，但没人在乎。周围人的家乡籍贯、情感经历我一清二楚。我甚至知道一个大哥有扁平足。
我当时觉得，如果东方快车谋杀案发生在一辆绿皮上，根本成不了悬案。警察上车随便问个人，你知道谁干的吗？我知道。他刚才太无聊了，自己告诉我。在这里聊天，只要足够久，你总会说几句平时不好意思说的真心话。我觉得现在很多虚伪的社交场合，如果在这里办会好很多。比如面试，待6个小时，来面试的 HR 都说实话了。对不起，我学历造假。没关系，其实我们周末也上班，依然般配。只要你说真心话，一定有人真心听，也不用担心没有话聊，因为每一个新站总会有一些新人上车。我们会和他一起看电影，直到他的手机没电。然后我就想怎么再跟他开启一段新的对话，怎么说比较好呢？我说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我发现这句话在车上的意思其实是你好，只要他听完没有骂你，就算通过好友申请了。我越想越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开场白啊，因为它足够纯粹。你听别的你好，打扰一下冒昧，你都感觉很得体，但下句他就要有求于你。而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一听就知道，他都没打算见你第2回，纯聊天。就这样一直做到终点。我说要不加个微信吧，也算最了解彼此的人了。到家之后给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哈哈哈哈哈，然后再也没有联系。我有一个也不是很擅长社交的朋友，听了这段经历还挺高兴的。大2那年回老家，他也做了一班绿皮。上车之后就给我发了张照片，说陈明飞你个大傻帽，你看这是什么？我点开一看，我说插座。这种脏东西是怎么出现在绿皮上的？上网查了一下，说2024年开始陆续开始给这种绿皮车加装插座了。我说那以后烂片谁来看？可乐的秘密也要失传了。其实我知道加装插座还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让我们更快乐，但还是有点遗憾，就失去了一个社交的世外桃源。谢谢大家，我是陈明飞啊。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我的祖籍是在农村哈，然后我们村主要是种花生，但我这个人呢花生过敏。其实我从小生长在城市，本来不用吃那么多的花生，但我爷爷奶奶年年给我寄，儿行千里，虽远必诛。他们寄了，我也寄了。我小时候一吃花生就会想流眼泪，父母以为是烹饪方法的问题，用老家榨的高纯度花生油给我炸花生吃。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自幼体弱多病。家里就鼓励我没事的时候多运动。但过敏症状是这样的，它的症状会随着体内血液循环速度的加快而逐渐抬高，所以我越运动身体就越差。身体变差，家里就让我多运动。后来跑着跑着，我说妈，我好像看见我太爷爷了。我妈说心脏不好，咱就多吃点花生呗。高1那年终于扛不住，第1次休课了。当时是在放学踢足球，第1次休课，不知道身体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但知道不对，想赶紧背包回家。走到学校门口，麦当劳扛不住倒在地上。路人一看，汉堡中毒了。洋垃圾毒害中国人。服务员一看，肯德基派来的吧？店长很仗义啊，他其实可以不用管我，因为我没有倒在店里，但他冒着风险把我救了。我后来真的很感激，给送了一个锦旗，麦当劳救死扶伤，巨无霸妙手回春。然后就把我拉到了医院，打了激素，抽了血，做了检测。医生说你是花生过敏，最好不要吃，吃了饭后1个小时千万别运动。我当时听着如此精准的作案手法，又看了看我爸妈，感觉故乡的花生米正中我的眉心。
医生就说你们家以后做饭就不要再用花生油了，我们家就换成了大豆油。用了1个月，发现我大豆居然也过敏。我家里就陷入了困惑。我爸说，要不咱试试转基因的呢？我说是要转我的基因吗？这些年父母就有点愧疚，老跟我说感觉对不起我，不小心喂我吃了10几年的慢性毒药。我听完心情就很复杂，因为一方面我真的不怪他们，我们村儿祖祖辈辈都吃这个长大，都没问题，换我也想不到孩子会有这种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吧，这个比喻太精准了。我爸是一个山东人，我妈是一个河北人，我查了一下，跟潘金莲、西门庆是一样的配置。总有一个人在提供毒药，一个人在负责熬制，就为了送走家里的大郎。我跟故乡的格格不入，还体现在一些观念性上的问题，总会有一些奇怪的对话发生在我和我爷爷奶奶之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爷爷跟我说：“大孙子，你学习成绩好，就是因为你太爷爷埋的特别好。”我说：“怎么我内卷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太爷爷躺平帮我解决了？”我爷爷就说当年下葬那会儿选的坟风水好，叫状元坟，说我靠这个坟能轻轻松松上清华北大。我不理解我爷爷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因为如果我信了这个逻辑，我也很难想着感谢我太爷爷，我应该只会想用我更多的祖宗实现我更多的愿望。我说爷爷，其实我还有几个愿望，你能再为我燃烧一把吗？我发自内心是不信宿命论的，但我发现真到考试的时候，又很难克制自己对这个坟的喜爱之情。他至少让我进考场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自信。我同学问陈明飞：“你今天怎么这么自信？”我说：“因为哥们儿，下面有人。你10年寒窗，哪比得上我几代人默默无言的沉淀？”他说：“这么狂，你是给人塞钱了吗？”我说：“哥们儿，钱多了烧的呀。”就因为有这个状元坟，中学几年一直非常的自信，直到我高考那年，村里修路，把我状元坟给刨了。我说：“谁把我的宝藏人脉带走了？”当时要开棺，然后迁到新祖坟，发现很多祖宗埋太久了，棺跟遗体都变成泥土，没法再真的完整的扛到新祖坟了，就搞了一辆挖土机。很多乡亲没用过，开的不熟练，那个铲斗啊晃得跟颠勺一样。我的祖宗走一路掉一路。那年我的1模2模高考成绩啊，也走一路掉一路。后来高考分出来，差了1分，没有考上清北啊，但是我知足了。确实知足了，因为我知道我太爷爷他已经尽力了。一个破碎的你，怎么保护一个破碎的我呢？但我觉得如果能重来啊，我会跟着那个挖土机，他一边抖我一边说“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拿个扫把收集我的清北碎片。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遗憾，因为我感觉就差一点没考上，跟真考上其实是差不多的。直到我参加了一场线下的脱口秀比赛，那个俱乐部的推文是这么写的：本次比赛的选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清华北大和来自北京的选手陈明飞。我说好像不太一样啊。但那次比赛结果还挺好的，战胜了所有清华北大的选手，而且就多了1票。我当时看着那1票，我说：“是你吗？”但太爷爷，你帮错比赛了呀！谢谢大家，我是陈明飞。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啊，今年大2。
现在心情怎么说呢？就是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念的是中文系啊。我发现有时候我很难跟人解释说我们这个专业它究竟在学什么。就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坐火车上学嘛，路上很无聊，有一个阿姨就说：“小伙子，你大学学什么的呀？”我说：“阿姨，我学中文的。”阿姨说：“那你学的挺快呀。”我说：“阿姨，我是中国人啊。”我在我们专业，说实话，待的没有说特别适应啊，因为我们专业是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多、男生比较少的一个专业。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学校举行那种跳长绳比赛，进了我们队的微信群，发现就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生。那天体委在群里说的是老婆们集合了。我说这儿还有一个人类呢。体委可能没反应过来啊，说别人都没意见，怎么就你有意见？但后来那天活动现场，他发现确实是有一个男生啊，所以那天我们夺冠之后，他发的朋友圈里就表现了对我的尊重。他说我和老婆们和陈明飞取得了冠军。感觉我像他们养的一条狗。我念中文系就是想学习写作，写一点真正好的一点作品。但上了大学之后，老师跟我说，一个作家想写出那种真正好的作品，应该要先过30-40年苦日子。我说这是不是有点太久了？你说我万一好不容易熬了20多年苦日子，然后突然死了，那我这辈子不全是苦日子吗？就你不要跟我提什么卧薪尝胆的勾践，我知道这个听着很励志，但我觉得他励志就是因为勾践当年成功了。他要是尝了3年胆被夫差灭国，那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沉迷尝胆。导致亡国的变态了。不过我还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啊，我也焦虑过，说我真正能写出好作品之前怎么赚钱养活自己。我甚至考虑过转专业，但我后来转念一想，自己在老家有一群爱看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朋友，我心想这群傻帽的钱哥们还是能挣的。一个作家这么一个几千年的行业，它能有什么问题呢？然后我大2那年呢 ，AI 会写小说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我感觉自己像那种晚清刚进宫的太监，一个阉人。就是我准备工作刚做完，发现行业消失了。我当时感觉自己被时代所欺骗了，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报志愿那会儿，全网都在告诉我，文艺就是人类面对 AI 的最后一道防线。我说怎么2年就被打爆了？你 AI 用的不是 C 语言吗？怎么先把汉语言取代了？你这个 C 该不会是 Chinese 的意思吧？我很痛苦啊！我去问做 AI 的朋友，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就行，我们做这种行业会不会被 AI 取代掉？我朋友跟我说以后说不好，但现在不会，因为 AI 刚开始学写作，它短期内比不上你。我说这怎么可能安慰到我？我也刚开始学写作呀。我跟 AI 同时开始，你猜我俩谁学得快一点？该不会是我吧？很难受啊！我去年年底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短诗创作比赛，发现有个赛道已经叫 AI 赛道了，要求我们的作品展现出那种人机协同的美感。我说人机协同，我小时候不是管这玩意儿叫作弊吗？我记得我小学那会儿看着有同学考试那会儿拿手机搜题，人机协同，轻轻松松拿高分。我辛辛苦苦做半天拿个中等的成绩，我都安慰自己，我说陈明飞没事，你现在累了一点，但你培养了能力，长大你比他们强。长大发现人机协同才是真正的能力。
就感觉像另外一个版本的卧薪尝胆，就是勾践尝了3年胆，发现夫差让别人消灭了。人轻松了，苦白吃了，在历史上还是一个沉迷尝胆的变态。我当时就感觉相信了很多年的道德信仰就是崩塌了。我去听了我们学校一个 AI 应用伦理的讲座，那个讲座上老师就明确说了，你用 AI 帮你写小说、写文章、发杂志肯定是不对的。我说哦，至少还可以，至少象牙塔还支撑着我原来的道德观念。那天有一个提问环节，有个学生问老师：“我确实没有用 AI， 但很多周围同学都在用 AI， 我不用，我不就比不过他们吗？”我心想，老师这个人一直太不坚定了，你赶紧说他骂他，点醒他。老师说：“咱们先把后面的摄像机关一下。”老师跟大家分享一点真东西呀。老师说，这个 AI 刚开始发展没几年，很多相关规定都很灰色，所以老师觉得吧，只要没人管，你就随便用。我说什么？我拿你当教父，你跟我玩碟中谍？哎，那我刚刚辛辛苦苦那1个小时听的是什么东西呀？是用来解锁正文的广告吗？我那天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我感觉就是伦理道德这个东西啊，它就很像摄像机，它能约束人性的丑恶，但也能关。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我明白 AI 是好东西，我知道它这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我不在车上。我感觉我像那种电车难题里被捆在铁轨上的那个胖子，就只不过时代的电车不会遇到难题，就可能有列车员通过监控看到说列车长前面好像有点人，咱要不要停下来等等他？列车长说就那么几个人，你把摄像机关上不就好了吗？就看着那个车越开越近，我旁边的朋友就会问陈明飞：“咱们现在怎么办？”我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说：“那我先上车了。”人越来越少，我看着电车过来，我也很害怕。我就躺在那儿，我说：“等等，这儿还有个人类呢。”他说：“别人都没意见，怎么就你有意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陈明飞，我现在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啊，住在学校的8人寝室里面。我们学校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寝室的住宿质量呢，就把它划分成了4个小隔间，所以我们宿舍现在既有8人间的拥挤，还有2人间的冷漠。整个宿舍是一种相看两两厌的感觉。真的很冷漠。我们那个301家人群里从来没有人说话，只有群收款。关键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收款，也没有人去问。我这想哪天我要缺钱了，完全没有互帮互助，1人1个垃圾桶，30几平的房子里面8个垃圾桶。我在上海一条街上都最多见到2。1人1个垃圾桶，你们屋里总有垃圾。宿管查寝说你们屋里什么味儿呀？我说可能没有人情味儿吧。2人小屋关系还可以啊，但这学期也有自己的矛盾。我室友这学期突然染上了一款枪战游戏，而我这个人吧又偏偏不太懂事儿。需要睡觉。有一次我实在扛不住了，我说哥们儿，我有点神经衰弱了，能不能先让我睡1个小时，睡醒你再接着玩？他说那这50个人质谁来替我救？我感觉他的脑回路跟我们宿舍的垃圾桶一样，有8个。现在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他的 AK。我身在和平年代，心有战后创伤。也试过戴耳塞，发现没有什么用，因
因为打枪战的人他不光声音大，他的语言体系还非常的单一。顺利的时候，他会反复问对面：“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不顺的时候，他会说：“哥们儿，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耳塞会吸收70%的音量，我躺在床上就感觉有人在跟我耳语：“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你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吾日三省吾身。”宿舍有些冷漠和一些负面情绪，大家都想跟亲戚朋友骂一骂舍友，我觉得能理解。但我是一个北京人，我只会普通话。我骂他们透明，他们骂我加密。就算我舍友坐在我床边，对着他爸妈激情四射的辱骂我，我也很难确定他在辱骂我。有时候我都听到我的名字了。到我这儿就完全不一样，有时候我都没有辱骂我的舍友，我就给老家朋友打了个电话，一不小心没戴耳机，开的外放。我朋友说：“陈明飞，你那傻帽舍友还天天唱歌吗？”我说我舍友唱歌不傻帽。后来时常会反思宿舍关系怎么处得这么差。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是一个很外向、跟谁都很自来熟的一个孩子。我记得小学那会儿，老师为了阻止我上课说话，会专门把我们班最不爱说话的同学全放在我周围。朋友们，没有不爱说话的人，他们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每天都很开心，老师就很不开心。老师就会说：“陈明飞，你们几个要是再说话，就都给我出去站着。”朋友们，一个人出去站着叫罚站，一群人出去站着那就提前下课了。小学生活就是不想上课就说话，一说话立马能下课，表达总有正反馈，你就特别爱表达。那是怎么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呢？因为表达不可能总有正反馈。我记得我中学那年看了一起社会新闻，是有一个性骚扰的案子，那个受害者跟我的年龄很相仿，我看完很愤怒，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这种性骚扰和恋童癖的人都应该去死。当时同学也不转发支持，纷纷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我当时有一点尴尬，但我觉得值得。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为了这种东西勇敢的、正义的去表达，就应该这样。很多网友也是这么想的。经过我们2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案子终于辟谣了。警察说这个案子是一起仙人跳。当时那个心情就格外的复杂，因为首先我们能承认，能被仙人跳的人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你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冤枉坏人了。那是表达欲第一次受挫，你感觉你以为你是帮助了一个人勇敢的发声，最后发现其实你被这个人当枪使了，那种感觉很不好。这就很像赵云7进7出救出了阿斗，然后刘备告诉他这其实是曹丕。赵云就很勇敢地参加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案件。所以为什么都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因为可能确实没有长脑子。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影响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很想说话去解决问题或者拉近关系的时候，我不敢说话，因为我怕我不了解事情的全貌。比如有时候我很想问我的舍友：“你天天打枪战声那么大，是没有功德吗？”我又怕他说，因为我10岁那年在战场失去了一个战友。有时候也会对自己很失望。有一天就是感觉，原来社会新闻你都敢勇敢说，现在宿舍冷漠你都不敢说话了。
就在宿舍群里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咱们关系其实处的一般，平时要不要多聊几句什么的？发完我就后悔了，我特别怕有一个人说因为我有自闭症，我说那我太不是东西了。但好在没有人这么说，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理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没有人理你是非常尴尬的。我就想怎么能让他们理我一下，怎么能让他们回复我一下，我就发了一个群收款。然后再也没有尝试过沟通。我现在依然相信没有不爱说话的人，但会有很多对表达失望、不愿意再表达的人。在一次次辟谣里面，我们就真的慢慢分不清那50个人质是真是假。所以有时候也请宽恕身边的沉默，或许我们也曾是最爱说话的人。谢谢大家，我是陈明飞。大家好，我叫陈爱。我是个正常人。虽然医生不这么认为。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状态不太好，去了一趟精神疾病医院，宛平南路600号。对，本来去之前听人调侃，我还有点担心，我怕里边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突然攻击我一下啥的。那去了之后发现挺好，他们都只攻击自己，比往时那些人强多了。我刚到，医生就让我做了一套那种抑郁焦虑的评估测试。你们做过那个测试吗？做过。可以多做，能带来一些自信。那是我唯一一套能拿高分的题。而且做的过程很奇怪，虽然说它是那种专业的心理评估，但所有答案都让我凭感觉自己选，再根据这个结果开药。这么草率吗？那种感觉就像问你有病吗？我说有，就确诊了。这也太尊重我的意见了。我觉得一个有效的检查应该是没法人为控制的，比如验血、CT， 因为一旦能控制，我就很难正常选择，而是开始衡量利弊。比如有一道题，他问你是不是觉得活着没啥意义，就很难选，选轻了不值得来一趟，选中了走不了。类似这种问题很多，整个测试给我感觉好像就是，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病，总能查出点啥。所以我给这个地方想了个宣传口号：来精神疾病医院，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测试的环境也不好，之前我在其他医院做过，它有一个专门的小房间给你答题，但那个医院患者太多了。很多人领完测试只能在走廊完成，走廊很吵，我旁边的人为了不被干扰，只能把所有的题目和选项大声读出来，成功干扰到我。有好几道题我是跟着他选的。最后测出来结果，我不但有抑郁和焦虑症，还有一点轻微精神病。我就知道他有病。不，其实是我有。我的症状是，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你以为我现在在讲脱口秀？不，我在办春晚。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严重到出门都要告诉自己正常点儿，但这样不会让我放松，只会更容易说错话。比如之前有一次我去买奶茶，还没到店里我就开始想要说什么。你好，来杯奶茶，凉的、热的，热的，微信。准备好了，我到那儿，我说你好，来杯奶茶。他居然问我要大杯小杯，这句没练过呀。但我跟自己说没事，你可以的。现在正常应该问什么？大杯多少钱？小杯多少钱是吧？但我太紧张了，问成大杯小杯啥区别？说完我就特别后悔。因为我发现他在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我，
说大杯大一点，小杯小一点。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段子。那个时候我还不敢面对自己的精神疾病，所以到处说我社恐。但人家社恐只是害怕社交，也不是脑子有病。但我当时觉得应该没事儿，反正社恐也不会当面骂我。但其实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不正常，我觉得不正常的是你们，只是你们人多。我懒得计较。而且虽然你们现实中人多，我脑子里人也多。我只是在外边收着，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人跟我说：“没事儿，你放松点儿，别太紧张。”我心想：哼，我放松，就该你们紧张了。而且其实有精神病这件事儿，我之前也不太敢说，但直到这2年，环境好，大家都疯了。我也没想到一个神经病还赶上了好时代。天知道我这一刻等了多久，因为我1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状态，我当时觉得永远不会被接受了。直到这2年，我听到一个声音，时机到了。原来我不是疯，我是先锋。我甚至都看到希望了。他们说信息时代人也更容易抑郁，也就是你们也会走我走过的路，你们加油吧，反正早晚都得疯，别错过这个风口。我在未来等你们。被确诊精神病这件事儿，最糟糕的是，它会摧毁你一些对于现实的认知。就是有些事儿你以为发生了，其实没有。比如你们生活中都有一些幸福的时候，升职、旅行、恋爱，但如果跟你说这些都不存在，是你有病，是不是就有点恐怖了？对，其实我这个表演也不存在。是你不开心把我想出来的。你可能会想，不可能，你讲的又不好笑。不是我不好笑，是你想象力不丰富。没事儿，我想象力丰富。我已经想象你在笑了。怎么样，先锋吧？讲到这，谢谢大家，陈爱。大家好，我叫陈爱。我去年过得不太好，一直在搬家，而且很倒霉。我搬到哪儿哪儿修路，搬到哪儿哪儿修路，我都怀疑上海这城市发展不会是我带动的吧？怎么追着我发展呢？是不是上海原本都没有这么多路？我搬多了，才有了路。最近住的地方倒是不修路了，给我弄钟点来了。我甚至发现附近还有个火葬场。本来我只想找个偏点的地方，那这也太偏了，偏到让你觉得这地方就该有火葬场。还有农家乐，也合理，喜丧嘛，方便吃席。这边刚烧上，那边已经起菜了，真的很近。我在家导航过，我家离火葬场不到800米，导航推荐我步行。
现在出发，预计10分钟到达目的地。这个距离让我特别有安全感，感觉人生都有了退路，就很方便。我去剧场坐地铁还有1个半小时，火葬场10分钟走到了。你知道这对我的意义吗？脱口秀讲得好还行，要是讲得不好，我就去那边逛逛。这儿火不了，还能去那儿火一把。没法在台上风光，我就去火葬场风风光光。而且当你的人生有了退路，你的心态都会特别好。比如我现在都不怕别人催婚，每次听人说你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以后死的时候都没人给你送终。我想10分钟的路，送啥送？他们来的没我走得快呢。而且送终这事儿我有经验，我送过我姥，还是2回。因为前几年我姥姥90多的时候说不行了，当时我们所有人请假，坐最快的一班飞机，专门跑过去给我姥姥送终，送了2个多月，没送到位，就先回去了。走的时候我姥姥还挺精神，还说要送送我。真的送终真的不能太久，心态会变化。刚去的时候我想，姥姥我舍不得你，但2个月之后我开始觉得，早知道换个便宜点的高铁了，反正你又不着急，来的早不是来的巧吗？所以电视里见亲人最后一面都是姥姥我来晚了，我们是姥姥我来早了。就不能有一次正正好，说姥姥，我来着了。而且我姥姥后来也没走嘛，她就过了1年多之后才走的。这中间我还生了一场大病，差点走她前面。走她前面也很尴尬，我姥姥得咋想？太客气了吧？说好送我走，咋成带我走了呢？所以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我绝对不让别人给我送终，因为我特别害怕麻烦别人，尤其是让别人把所有事都推了，专门过来等我死，没有礼貌。而且是等我死，就你们被人等过没有？本来也不着急，越等越急呀！还是这么多人同时等我，就感觉再活下去都有点不懂事儿了。所以到时候他们来，我也会把人都赶走。我说都回去吧，别等了，我按照自己节奏慢慢来。真的，我觉得送终这件事儿就是有人在你面前等你死，一旦弄清它的本质，甚至可以改变一些规则。比如送终一定得是亲人吗？仇人也行啊。反正大家目标一致，就是送你走嘛。反正我不知道你们，但是如果我哪个远房亲戚要走了，我都不一定想去。我想谁呀？没见过，没啥感情。但如果我最恨那个人要走了，我绝对去，感情太深了。我不光想送送他，我都想催催他。甚至到时候他走了，别说请假，辞职我都去。反正公司少我一个也死不了，但那边少我一个，我怕他活。
而且我送终应该比那些亲人有效率。只要我去，一定给他送走。你们应该也能听出来，我现在有点绝望。确实，今年录这个节目，演员一个个都很卷，还在那争什么复活金牌，有啥用？能复活我姥姥吗？而且我看着这些人在台上那么拼，我就想，你们这么努力图啥？不就是想火，想燃吗？我家那边也能办到。一会儿讲完，有梦想、有野心的人都跟我回去。很方便。你在台上想火，需要很努力逗笑观众，也不一定成功。但到我家那边，只需要先躺平，然后跟师傅说：“麻烦你，我要大火。”这样就谢谢大家。嗨，朋友们，很开心跟大家演出。这确实很吸引注意力，你知道吗？上个赛段比赛的时候给手摔断了，现在是黑灯和小佳的竞品。我就是这一期的新残疾人，算是喜榜残疾人。哎呦，说实话，真想讲老弱病残那段子，想讲地狱笑话啊！我有这个资格。我在20岁那年就得了糖尿病。我知道你们是因为听感上更像是刘仁成的段子。20岁，在我们的教育观念里算小孩，小孩就是得不了任何病。我小的时候是没办法和长辈说难受的，但凡说难受，就以你是小孩的名义来否决你。他们甚至会剥夺你身上的器官。从来没办法和长辈说腰疼。小孩没有腰啊，一出生给你卖到缅北了。我们东北更严重，逞强教育，流感出门没有人戴口罩，脸上挂个小孩出门了，得不了任何病。但是这是肯定是玩笑，身边的朋友开那个玩笑才是真的恶心，把你当绝症，不让你吃糖，不让你吃水果，不让你吃巧克力，非说你是狗。上网搜糖尿病患者能不能用水果手机，家人才是真的关心。我姥80了，知道我得糖尿病，心疼坏了，每天以泪洗面。哎呀妈呀，大孙子咋整啊？得糖尿病了，妈姥还没得你就得了，咋整啊？哎呀，要不吃点黄桃罐头呢？1型糖尿病发的太严重了，一发病就进 ICU， 特别突然，和这个段子转折一样突然。ICU， 我确实是安全下车，往那一躺，真的身上哪儿都插着管，呼吸都有管帮你。我往那一躺，我都想发现小众宝藏打卡地，还什么家人们谁懂啊？我懂。ICU。再出来的时候，在隔离病房，周围全是那种老人、老头嘛，他们很健谈，在里边聊天。大爷问你怎么进来的？看着我说老弟，你这么年轻，你来这儿，你得是癌呀。我说大爷你别闹，我糖尿病。他说你别闹，这屋里谁没有糖尿病？当时才意识到，糖尿病只是见他们的门槛。之后就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像是一个正常人一样，每天打胰岛素活着。但直到去年，大学毕业找工作，考了老家一个社区，被拒绝了。那个手册一翻开，写的是有犯罪记录不行，大面积纹身不行，糖尿病等慢性病不行。没有想到这个门槛面前，我和杀人犯一个级别。没有想到为什么我明明慢性病，我又不是那种病。我没有办法伤害别人，
我伤害别人，我小糖尿病怎么影响我在那个岗位上端茶倒水吗？主任喝茶，我说你先别着急，我亲自倒。蜂蜜茶，主任，蜂蜜茶，5支蜜糖。这个找工作过程中，连这种岗位都在拒绝我们。中国有1.4亿糖尿病人，我说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我们当时的病友群里全是老头老太太，根本不用上班。第一天进群发了4个表情包欢迎我，是4个观音说欢迎群友。那剩下的呢？一查在送外卖、送快递，明明体力活最不适合我们，偏偏最接纳我们。不是说我们适合，而是因为这些职业不歧视任何人，哪怕他们就叫歧视。我真的在找工作过程中屡屡碰壁。我当年投过一个我最引以为我觉得我轻车熟路、手拿把掐的岗位，一个大厂的运营。所有面试全过了 ，HR 为了拒绝我说那个话坦诚且残忍，担心你的体力问题，没有办法胜任我们这个岗位。体力，奥运会上足球、网球、冰球各个领域都有糖尿病的运动员，我们的体力可以打奥运会，没有办法上这个班，这得多需要体力！我能为国争光，没办法为他卖命。我不是来端茶倒水，有什么东西是我那个体力干不了、端不了的吗？又不是铁饭碗。真的说的话很坦诚残忍，说担心你在我们岗位上猝死。他知道自己的岗位能猝死，但是不能死一个糖尿病人，必须死一个健康人。挺有武德，不杀老弱病残。对吧？工作强度大，你降低工作强度啊？怎么你想招个命硬的，招个累不死的，招个能吃苦的，更适合我了。我就吃不了甜。运营干不了，我们有什么干不了的？英国2任首相都是糖尿病，不跟你们抢这个冠军了，我要当英国首相。已经疯了。怪不得首相住的街道叫唐宁街，那地方我也能住。英国注定是属于唐人。如果当英国首相这个愿景太过于荒谬，那我还是希望能回归本真，希望所有人在找工作过程中都不被歧视。这个世界该填的填，不该填的不填。谢谢你们。嗨，朋友们，嗨，稍微先解释一下这个手哈，就是在刚才休息的通道里边，因为太暗了，摔了一跤啊。想过在这轮输给堂姐，没想过输给黑灯。好，正式开始了。我叫于博啊，说实话，比到第3轮没有想到，但是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前2轮比的还可以。第1轮6块金牌，哥们儿上来就拿了一个。第2轮上来就给用，非常符合我的消费观念，兜里有就得花。啊，用了一块复活金牌，现在是全场唯一的活死人。说实话，这个月一直在自我怀疑，是不是太差了？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自我怀疑，然后逃避面对的人。来了上海这么长时间了，我是因为觉得自己英语差，不敢和外国人说话。但不是说真的差，英语还可以高考，但就是自卑。我在想，我是上海本地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长大肯定落落大方。我说 homie， let's go neighborhood right？ homie 哈，因为我是活死人。我哪管是省会小孩呢？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妈也会自信地推着我去背英语课文，对吗？新概念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快点，张嘴，别逼我干你，快点。但我是农村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侵略者。在农村见着外国人是我一生的阴影。在老家见着2个白人，我说这是啥呀？怎么了？
八国联军撤退没通知你啊？怎么东西拿到大英帝国博物馆给你俩落下了？我妈让我去说话，我能说什么？我说兽首是中国的。他说哥们儿，我也是中国的，我少数民族。还是来了上海，因为自卑感到落差，就是来了上海才意识到，原来英语是一门语言呢，他怎么能拿来交流呢？我们的英语只是一门学科，落在试卷上，还交流？我们的英语学的跟捧哏似的，最多保证话不掉在地上，还什么听说读写，我们就是嗨，没听说过。天天读写，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还是个硬盘。啊，不是说为了抖一个谐音梗，是因为我们那一年黑龙江英语高考英语不考听力，不是说真的不考，就是播放但是不算分儿，高考当白噪音放。我们训练的不是如何听懂外国人说话，训练的是如何在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屏蔽，专心干自己的事儿，快点！阅读理解，写作文，快点！长大了，外国人说话不是听不懂，听不见。一听着外国人说话专注，出国都没有工作，特别适合给外国人做美甲。叭叭说两句话，给手指甲当答题卡涂满了。只能做美甲，不能纹身，因为忍不住想写作文。回家一照镜子，后背是地儿里滑。英语学得很尴尬，对吧？精通掌握，因为成绩还可以，但是绝对不会主动使用。英语学得跟核武器似的。朋友还问呢，说你会不会？有时候会，他说那你说呀，我说还没到时候。我方不使用，但掌握英语威慑。别说英语了，来上海中文都快不敢跟别人说了。前两天在路上，一个闯红灯的电动车把我撞了，不是撞的这个，把我撞了。当时我挺生气的，因为我占理，我说你闯红灯是错的，你道歉。他理直气壮，他说我在闯红灯的时候故意站在路中间，我没有父母。说我在马路中间站着是为了投胎见我的父母，给我一顿骂。在他眼里边，我是一个恶意撞他的孤儿，我是个肇事孤儿。对我进行疯狂辱骂，脑子已经空白了，只有一句歌词说他在朝我扔泥巴。已经迟缓了，场面特别像是植物大战僵尸，我是僵尸，他那嘴里全是植物啊。我当时就看着他，我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需要规则呀？因为他说着说着，只有我们这种感觉伤害我们，只有我们这种自卑的人才需要规则。说着说着来了一句啊，红灯剩3秒就是绿灯。他说，那你阳寿剩3年就能埋了吗？我就是觉得，怎么有的人狂妄到就可以修改规则呢？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很难，难道说服？当年我们老师让我读说服，但说服从来没有真的读过说服。人怎么能修改多音字呢？这不是欺负那些没有人撑腰的多音字吗？有人撑腰的怎么不欺负呢？啊，单依纯。那粉丝不骂你吗？你搁那犟嘴，哎，如何呢？又能怎？我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任何角落都需要规则，这是我们自卑的人的堡垒，甚至别人家。我受不了一去朋友家是吧，当自己家一样，我不能把这儿当家。我真把这儿当家，我就把你撵出去。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当时有2个发小来上海看我，当时就是假客气，我说你们2个随便坐。一个哥们儿开始翻我的衣柜，另一个翻我的冰箱。
我往那一站，像个中介似的。我这从东北来看我，还来看房的呀？怎么直接拎包入住了？然后2个人吃会儿外卖，一个哥们说在这住吧，另一个说好。我说啊。2个人躺到了沙发上抽烟，很过分，但碍于情面，只能小小的报复他们，在他们抽烟之前拿走他们的火机。做到这种程度了，他们才被迫用燃气灶去点烟。拿完之后，觉得自己很无助，感觉自己特别像是印第安人。有没有可能当年印第安人也就是客气了一下，和第一批下船的欧洲人说你就当自己家一样？他们直接拎包入住了。印第安人往那一站，欧洲人说在这住吧，另一个欧洲人说好，印第安人说啊。印第安人实在没办法了，才在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拿走他们的火鸡。我真的觉得自卑的人的底色和印第安人是一样的，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不会说英语。第一次在老家见到白人，都是我们一生的阴影。我们就是站在那里不动，他们向我们走来，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但是我希望能永远说服自己。谢谢你们。嗨，朋友们，嗨，我叫于博。好，咱们狠人的叙事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是温情的家庭的内容。不是说他们2个结婚之后的家庭啊。我妈很传统的东北母亲，教育观念传统，到现在是那种干点什么都给你挑毛病的母亲。对她好的不行，今年母亲节给她买了个包，她说给妈妈买包，妈妈是开心的呀。但如果这个包是你自己做的，不是更有意义了吗？什么话？我大学在上海，又不是在莆田。这话听了我都后怕，因为我原计划打算给他打4000块钱。即使打钱也这么说，给妈妈打钱，妈妈是开心的。但如果那钱是你自己印的啊，那你就开心不了多长时间了。从小教育观念相对传统，掌控感有点强。2010年左右，每天给我5毛钱。10年5毛，10年，世博会都开完了5毛。然后我说你省着点花。5毛，是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最小货币单元。他只要省着点就没有花，那叫攒着点花。这都不是每天都有，上学才有。兜里有5毛钱的小孩上学会自卑，5毛上学什么都干不了，5毛上学，我说你都不如少给我2毛，剩3毛我流浪呢。没有，我妈说妈不是不给你钱，妈就是把钱留给以后你去上海大城市买房的。没买。但这句话是小时候拒绝我需求的理由。我说妈妈，我想吃一只鸡，没法。我说肯德基求你，不许吃啊！再给你那个首付吃没了。啥玩意儿？吃只鸡给房子吃没了？吃那啥鸡呀？住房公鸡呀？不是，他就是可能攒1倍的钱付一套首付，说这房子就送你了。我说啊，那房贷呢？有人这么送礼吗？哥们23岁在上海还房贷，我必还不上，我必当老赖，我必赖，让我今天还房贷就花我前23年的毕生积蓄，还1个月。然后第2月在房子里饿死。这是一套纯手工凶宅。我妈原话：哎呦，房子越早买越好。我说真事儿吗？那你要不10岁给我买吧，每天还5毛钱。我确实有想过，我想当10岁的老赖，因为10岁老赖帅。
23岁老赖就是社会的边缘分子，但你切记，10岁老赖没有人当过。10岁呀，同学们幼稚至极，体育课，哎，我当迪迦的召唤者，我往那一站就是失信的执行人。那1个2个小奥特曼，小罗永浩。这个我给。和那同学就玩不到一块儿去啊！班级60个小孩去春游，就哥们儿一个人坐不了高铁。我妈很喜欢给自己的教育方式就扣一个帽子，叫很流行现在吃苦教育。妈是希望你把好日子留在后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哎呦，这句话说实话，我现在有点不理解，因为我妈好像也不是这个观念。真的吃过苦的人不认同这个，谁吃过苦？我姥。当年河南自然灾害之后闯关东逃难来的黑龙江啊，这一路上吃尽了人间疾苦，对吗？他成为人上人了吗？他成为了一个东北人，他那脑子里就没有成为人上人的念头，只有一个纳乌克热说你飘向北方。尤其我知道他没有过上好日子，因为这2年他经常和我说：“老希望你能上南方。”话里话外就是：“哎呀妈，老后悔了，当年呢走过了。”那帮的狡猾的人上人在北京就已经下车了。我能理解我妈，上一代希望下一代能替他们完成他们年轻未尽的遗憾。我问过我妈啊，你遗憾什么？她说：“哎呦，很遗憾当年家人没有给我买房，很遗憾当年没有考上研究生。”我说：“妈妈，你中专毕业考不了研究生。”但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人生。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这个事争执过很长时间。我跟我妈说我不想读研，我妈因为我不读研这个事每一天打电话阴阳怪气，每一天一打电话我说妈怎么了？她妈能怎么？哎呦，妈不能怎么，妈就觉得哎呦，妈要是生了个研究生这好了。啥话呀？那玩意儿是生出来的，咋生啊？生着生着脐带拽了本硕士毕业证。他那理论都有点变态。这么说你现在还行啊，985本科还够用，但妈告诉你不用多5年，5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啊，都将被淘汰。我不知道今年幸存率大概有多少，但我调查过，中国大概有1000多万的研究生和14亿淘汰者。99.5%以上的人叫什么淘汰？这叫灭绝。每次想到这儿更不想读研，因为我知道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任何一个研究生，我们家得灭门。哥们儿是个孝子，不能独活。当我后来很坦诚，我和妈说是真的，妈妈，我真的受不了高压的应试教育，真让我读研我坚持不住，一定在第3年受不了，我直接我就自杀了。第3年之后见着我就。我妈在这，妈第3年是谁？那就只能读2年半的专硕了。讲到这儿，谢谢苗宇哥，拜拜。嗨，朋友们啊，非常开心的大家演出，我叫于博，来自一个教育大省，山东、黑龙江。可以，鹏哥接着释放吧。老七讲什么辽宁抚顺东北小城市，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当然，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各位，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各位可能不知道，比北上广深高多了。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7所高中，没有中专和技校，每个混混都有文凭。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都会三角函数。
你说学那玩意儿有啥用？我说看那香港电影《古惑仔》，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一眼就发现了。那大哥说，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大哥不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ρ略 G 为排，淹死就飘了。重视教育，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很直接，很夸张。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清北班，太直接了。这和那是衡水中学不一样，人家不叫但能考上。我考不考上别说，我们就叫，先叫，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但这个名字太重了，老师第一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往那一站，很刻薄。30个人，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呀，就必须上清北，谁不上，谁是班级的失败者，是 loser。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最好情况，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这种班级太吓人，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奔清北梦清北，整个班级布置的和那个清华北大主题乐园似的。每个人的成绩和分数线的折线图，给饮水机取名叫未名湖。在这儿学习，批卷不敢使劲儿，得清华。天天在乐园里边学习学懵了，说一会儿6点半有没有校长坐着花车游行啊？没有，这个名字很重，老师会拿这个名字骂我们，很多事儿干不了了，玩手机什么的。你们这几头烂蒜考清北，那清北学生会玩手机吗？啊？清北学生会谈恋爱吗？啊？那清北学生会说话吗？你也不知道是骂我们还是骂清北学生。往下边一坐，我都纳了闷了。我说他们到底会什么呀？这群不会玩手机的单身哑巴。高考那年确实失之交臂，没考上，因为自己会太多了，被迫在上海同济当了4年 loser 啊。哦，这个事儿不值得哦，因为说实话，这不是我想学的。但那种教育观念里，如果你没去到那2所最好的学校，很多人生你就不能选了。当时特别想去北京人大学社会学。我妈说社会学你上什么人大学啊？你上社会上学。听妈的，上海同济学计算机。我说那计算机为什么不在网吧里学？因为那种观念，小时候一直贯彻的叫必须好好学习，去大城市挣大钱。如果不好好学习，留在老家你就饿死。小时候深信不疑，直到自己真的来了上海，发现这事儿不对。因为我也可以好好学习，在大城市然后饿死。人只要想饿，在哪儿都能饿死。上海的消费更容易饿死。但说实话，刚考到上海那年，整个人还是沉浸在自己走出了那种小城市的幻境里边，觉得自己哎呀，哥们在上海打工干个3、5年就买房买车了，你们在老家什么东？直到今年过年回家参加了同学聚会，所有人除了我之外留在老家都买车，所有人在老家都是开车来的。同学聚会只有我一个人，零下30度走了2公里去的饭店。只有我一个人进饭店的时候，眼镜是上霜的。他们有车的人眼镜的霜拿雨刮器就刮掉了。
这就是我们观念的区别。因为来上海奋斗的城市，你会觉得大学刚毕业，23岁开什么车？23岁在上海就奋斗，就该坐地铁。23岁不坐地铁，什么时候坐地铁？对吗？车对我来说应该是那个我在上海打拼了很多年，奋斗、原始积累啊，最后中产了，追求车啊、房啊，那是我奋斗的奖励。车应该拿地铁里程换。但在老家不一样，老家什么奋斗的奖励，你只要活到一定年龄阶段，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房买车，不是奋斗的奖励，算签到奖励。在线时长够可以了。确实不理解为什么在老家的朋友能生活的让我羡慕那么多，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很多人没有解决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爸爸妈妈就把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我羡慕至极。独立生活了吗？我说问一个哥们儿，我说哎，为什么买车？和你们在上海不一样，是在老家，钱花不出去。我说钱花不出去啊？你发点假币呀？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那种完全的读书改变命运。再去考他们，没有人在乎了。问一个哥们儿，我说哎，交流电系统的发明者是谁？他说不知道，去你的吧！然后开着特斯拉就走了。讲到这儿，谢谢毛驴哥，拜拜。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徐指导啊。我家里是做这个化学化工方面生意的，然后我大学也学的是这个化学工程啊，所以这个世界我懂，主要是由这个分子、原子和离子构成的。从小我爸就跟我说，儿子你就学这个，毕业以后跟爸一块干，你就妥了。我顺利入学那年，是我爸做生意挣钱的最后一年。他老跟我说什么，儿子这个行业你别着急，越老越吃香。我说爸，那您吃香了吗？他说我呀越活越年轻。我那时候都不敢接他视频，我看他打过来，儿子那个生日爹没有什么可以送你的，那个公司的法人就先转给你了啊。爸想先去美国待一段时间啊，你要相信这个行业马上就会迎来转机的啊，爸也马上要转机了，好吧？挺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该干什么。但我明确的就是我不太想学这个化工。就我这人就是这样，就虽然我毫无主见啊，但是我充满意见。我这个性格最适合的工作应该是当甲方。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但这个不行。当时有门课，我就很充满着意见。那门课让我们每个人磨一把锤子。我说咱不是学化学的吗？那锤子能是磨出来的吗？各位，我理解的化学应该是我把药水滴进烧杯里面，嘟嘟嘟出来一把锤子，这是。我同学就劝我说，这就是门水课啊，谁都能过。我补考了，还水课呢，我火命水克我。我补考磨了4个小时，我要不就别叫我徐指导了，就应该叫我徐志摩啊。轻轻的我走了，不带走一片及格。我带着那个补考的锤子回去，同学见我都夸我说你真是有2把锤子啊。因为他们都很在乎这个分数。我室友很焦虑，跟我说隔壁寝室那个某某也太牛了，他锤子磨了个 A。我说他咋磨的呀？那锤子磨完不应该是个 T 吗？ A 你磨的是个锥子呀！啊！我真的很想远离锤子，想做点稍微有意义的事情。当时都说大数据就业好，我就考研去了统计学专业。我上岸那天心里贼狂妄，我看着那些本专业的同学，我心想，哥们要去搞大数据，你们懂个锤子。各位，我今年2边节目选的这边，主要就是因为这边的嘉宾席里没有来自锤子科技的。我以为收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真的就离开锤子，可以做点稍微有意义的事情。直到读研的某一天，我室友跟我说，隔壁那个某某也太牛了，实习单位贼器重他，现在领导的外卖只让他帮着拿上去。我说你要实在焦虑的话，以后我的外卖只让你帮我拿过来。我这把事不用比做锤子，该比做孙子。早知道我把锤子带过来给领导捶背用。
再比比谁劲儿大，你不使劲给领导后背垂青了，怎么获得领导的垂青啊？这劲儿要还不够大的话也没关系，我同学那还有把锥子呢。但我很快就发现，真正的迷茫和不懂发生在毕业后工作。我去了一个那种给领导打杂的岗位，我进去就知道他应该不需要什么专业能力。就我们4个学的专业分别是统计学、计算机、法学、历史。就我们4个一块上过的课，那就只有思想品德了。岗位要求人品端正啊。计算机那哥们能来这儿上班，他就应该不会计算机。这种谁都能干的岗位，这种废物岗位，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学名叫管培生。我作为管培生的第1天，领导交给了我一份重要的法律文书。我说这是让我学着去编辑一下吗？他说你今天啊，主要就是把这个文件快递出去。我说这么有挑战的任务，要不找个物流管理的研究生干嘛？但我真干了才发现，发快递其实流程极其的繁琐很长。就我发快递给自己发出成就感来了，就我就发现了自己的没出息。就一个事情，无论它多么的无脑啊，无论它多么的简单，只要它流程足够多，我干完就会有成就感。就比如说各位你们报销过吗？啊，贴6张发票，走12道程序，报下来51块钱。那一刻我感觉那51是我挣的啊。我当时就感觉我变了，我现在觉得本科隔壁的大哥也太牛了，他锤子可磨了个 A 呀啊！我封好快递皮，走好全部的程序，完完整整的交给了快递员。啊，我说我终于完成了一项啊，顺理成章完成了一项如此伟大的工作，这应该是我磨得最好的一把锤子了吧？我开开心心就上楼了，然后发现那个法律文书还在桌子上，崩溃了。念了4年化工211本科，2年统计学硕士，毕业以后发快递给快递皮儿发出去了。我说我要不再去考个物流管理的博士吧啊！我都不敢想象对面那个领导收到文件以后什么心情。我打开以后，法律文书呢？这怎么万法皆空啊？我觉得如果我能穿越回2年以前收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应该可以跟他共情，就着急的打开，发现原来它就是个空壳。我想起三国里有一段故事，曹操当上魏王以后，给他的谋臣荀彧发了一盒果品，荀彧打开以后发现是空的，他自杀了。他说魏王是告诉我盒中无果，请君自采，所以他自裁了。大汉臣子荀彧死于谐音梗。你怪不得这个荀彧他那么的反对这个魏王啊，建国是吧？我知道这个有点巧妙啊，你们这是又懂历史又懂喜剧的你们。但我回过头想一想，我在发完空快递以后，我再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有时候我在想，你说荀彧老师，你看到一个空的盒子就自杀了，会不会有可能你着急了一点？就有没有可能你回去看看那些果品，它就在曹操桌子上呢？会不会是那个替曹操送果盒的小兵啊？他也只是曹操新招的一个管培兵。好，谢谢各位，谢谢你们，我叫徐指导。好，你们好，你们好，我叫徐指导啊。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啊，尤其在这个交通规则方面，因为我之前骑电驴被车撞过，就这个车祸它不严重，但猎奇啊，因为我是被一辆这个警车撞的，我当时倒在地上我都蒙圈了，我说怎么现在这个不戴头盔这个处罚力度这么大吗？啊！就你们都开始就地正法了是吧？当然人家也是不小心，但就周围都没有人敢扶我起来。这么年轻的逃犯啊！我说这种交通事故他能不能报警？咱别打个电话，他手机响了。我没敢报警，他把我抱上了警车，为了送我去医院啊，那个场面真的很诡异。我这边耳朵着地，摔的是血肉模糊，就那个画面，黑猫警长带着一只耳走了，你们见过吗？但我觉得我应该是这辈子唯一一次有机会坐警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啊。就阿烟他哥那种打架的事情，我从小到大啊只参与过一次，是被人骗去的。
当时中学周末补习班下课，有个同学喊我一块儿去吃饭。我一下车，发现10几个那种流氓混混就把我俩给包围了，我才明白这孙子是骗我过来帮他打架的，就很过分，让人没吃饭干体力活。我看那10几个彪形大汉，我说我这今天虽然吃不了，但好像要兜着走了啊。但我最生气的是对面10几个小混混，他就骗过来我一个人，这就意味着他的胜算不会增加1点，但是等会儿他的痛苦可以减少1半。就他这种做事方式，我瞬间就明白为什么他一个区初中生啊，会有10几个人想要打他。我在下车的第3秒就想背叛他，我想跟对面说：“你们要的这个人，我给你们带来了。”没等我反应过来，对面这个混混老大，他一步走到我面前，用2根手指头重重的戳我，威胁我。他说不准动。我当时感觉他会点穴，我一下就怂了，但我不想显得怂，所以我就鼓起勇气，用那种非常强硬的语气回应他。我回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我说我不动。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太震撼了。他们说你不动你横啥呀？就他们原计划应该是不准动威胁我，我反抗，然后顺理成章开始对我进行殴打。结果我不动，我看着他们那个束手无策的样子，我就明白，就只要今天我不动，那我今天就不痛。但骗我来那个同伴，跟我性格不太一样。人家也不让他动，他立刻就还嘴，他说：“你别碰我。”这就意味着对面要开始碰他了。很快他就被摁在地上一顿暴打，这个场面是越来越诡异，10几个人在打他，我在旁边站着一动不动，我在给他们站岗一样。我俩组成了一种很高级的投降方法，就是他挨打，我替他立正。就我俩这个状态，旁边但凡再过来个路人，都得觉得，哎呦，这小伙子挺勇敢啊，就看热闹敢站这么近啊。我说我是不是得帮一帮他？但我发现以我的能力和胆量，我能给他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给他提供点眼神支持。我的眼神里是有语言的，我说这个加油啊，这个忍咱就不疼了。我甚至不敢说出来，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嘴动它算不算动。打了足足2分多钟，他们都快打不动了。我那个同学被打的都快不动了，而我雷打不动。我们一群人离远了看，感觉这个一堆 GIF 动图里面夹了一张 JPG 呀。那个混混老大打着打着一抬头，发现我怎么还在这站着呢？他接下来一句话彻底震碎了我当天的全部自尊。他说：“你要没啥事儿，你先走吧。”各位，就这句话，他在群架里面很难出现的呀。它代表着对你懦弱的肯定，他坚信你留下来什么用都没有。这句话打到脸上太屈辱了。你要没啥事儿，你先走吧。虽然我听完确实走了。但那个感受很真实，我那天到家就2个感受，就是屈辱啊，但是不痛。虽然身体不痛，但很快这点事儿，班里几个男生就知道了。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在走廊里，每次看见我就那种嘲讽的语气跟我打招呼，看见我，哎，你会痛啊？更让我崩溃的是，班主任得知了打架这个事情以后的反应，他让我颜面扫地。他在全班同学面前通报表扬我，说徐某同学校外遭遇打架，对方一再挑衅，保持沉着冷静。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外号，我同桌从此喊我一战到底。我说实话，那几年受了点影响，我一直很羡慕那些不太怂的人。直到去年得知一个消息，
就是小时候骗我去打架的那个同学，在去年被抓了。我一听这个罪名，我就乐出声了啊！罪名是诈骗。我当时说，我这点事儿追诉期这么长吗？但我又听说那个不让我动的混混老大，其实也犯过一点小事儿，但警察来了以后把他放走了，因为他认错态度良好。我一听就明白了，他从我身上学到不少。警察来了以后不准动，我不动。啊，那你没啥事儿，你先走吧。我觉得相比之下，我是不是过得太平稳了一点？我在那个最中二、最容易因为男子气概上头的年纪，我在打架里面选择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主观不能动性啊。但这个性格也让我每天都能平安的回家。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不爱动的人一种宝贵的财产嘛啊，这就是我的不动产。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你们好，我叫徐指导。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节目。我来的时候选战队队长的时候，我选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当队长的第一志愿，就是刘洋教主。因为我很希望跟他能一起在那里并肩作战。并肩作战了15分钟，被打下去了。我本来想让队长好好领导我，我现在想办法捞块牌子捞队长啊。我从小是家里老人带大的啊，我对我的爷爷评价一直都挺高的。我觉得我的爷爷姑且可以称之为是个慈善家，啊，就主要的这个慈善方向是这个缅北这一块就我的爷爷在被诈骗这一块就是天赋异禀，可以说是老天爷骗他饭吃。因为他身份太特殊了，我的爷爷是一个专攻于草书的书法家，名字叫徐德伦啊。就如果你们真的好奇的话，就等下演完出你们可以去搜他啊，但是你们不要去骗他，因为我马上就要讲到别的骗子是怎么骗到他的。这些都是吐槽我爷爷，不是跟你们介绍我爷爷的使用方法。因为我爷爷是一个民间老艺术家，他很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大家认可，骗子就会拿捏这个心态。比如我爷爷经常会花重金买回家里一些你一听这个世界上他就不该存在的奖项。前段时间家里多了一个奖状，叫中华书画4大魁首，上面4个头像：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徐德伦。4个头像，就1个彩色的。今年我过年回家，饭桌上我的爷爷非常开心，啊，说一家人都回来了，想开瓶茅台。我说爷爷，咱们都自己家人，没有必要喝这么贵的。只见我爷爷大手一挥，掀开帘子，里面露出了一箱长得像茅台的酒。我说爷爷，咱可都自己家人，要不稍微喝点贵的。我爷爷拿出了其中1瓶假茅台，各位，我看了一眼那个假酒的包装，我就明白这个骗子有多么懂我爷爷。就那瓶假茅台的包装正面跟你们见过市面上的真茅台长得一模一样，完全正常。它的背面印刷着一整套的这个徐德伦草书作品。我说你俩啥时候联的名啊？我爷爷说刚开始合作。主要是人家对爷爷这个草书作品的认可，这1箱酒茅台12瓶，人家卖我328。我说这茅台2000块钱1瓶的酒，怎么印上德伦草书跟散白一个价了？这是对你德伦草书怎样的认可啊？这德伦草书可太牛了，帮家人们把价格打下来了。我不想伤他的心，我还是陪他稍微喝了一杯。就朋友们，我平常也是喝过点白酒的，但我真没喝过假酒。假酒那个味道和口感，我当时尝了一口，我说怎么这个封面上这个草书它是渗进去了吗？
茅台啊，我第一次喝出了墨香型。我爷爷还让我评价，他说：“孙子，你看爷爷这个草书在酒瓶子封面上写的怎么样？”我说：“爷爷，从味道上来看，你写的绝对算是入木三分了。但是从内容上呢，我认为一个茅台品牌的酒啊，是不该允许你在上面写这个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骗子是越来越猖獗。2023年。我的爷爷在老家接到一通电话，表达了对他书法作品的肯定，说希望我的爷爷可以交点报名费去北京写书法，要炒作他。于是我的爷爷，一个退休30年、一辈子生活在辽宁省的一个传统东北体制内老干部，在自己84周岁那年，毅然决然决定北漂。我说我是听说人这个73、84有那么2道坎儿啊。但我没想到84这道坎儿能迈得这么的宏伟。就徐德伦先生在他84岁要迈的这道坎儿叫山海关。我当时还在北京读研，毕业季正在找工作，不是很顺利。我刚失败了一家单位的面试，我回学校的路上，我爷爷还给我打电话说：“孙子，那个爷爷在北京找了个工作。”我说：“你春招比我还顺利呢。”那个你毕业先不要着急找房子啊。我准备上北京跟你合租，我从老家多带几瓶酒过来，咱俩天天下班一块喝。我说有点分不清哪句话更吓人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么个结局。我从辽宁省我考来北京大城市，我好不容易找了工作落下来，然后跟爷爷合租，这是不是太绝望了？在大城市跟爷爷合租，在大城市我白天不是已经当过孙子了吗？啊！跟爷爷合租，各位，你们有人跟爷爷合租过吗？你都没法跟你的合租室友拎着合租室友之间该立的合租规矩啊，用到爷爷身上太不合理了。你说那个爷爷啊，咱俩不能用同一个 WiFi 啊，咱俩上厕所得排队，还有最重要的，未经我允许，你不能私自带我奶奶过来过夜。但我尝试稍微理解了一下我的爷爷，其实老年人希望自己有价值。我爷爷就是很希望努力能让自己的作品火，想挣点钱给我买房子。但他现在在他这个方向，就是越努力，我离买房越远，我离合租越近。骗子最过分的就是这点，他会利用老年人的这种亲情。他那个骗子直接就跟我爷爷说，只要你愿意来北京啊，把这个钱交了，我就会炒作你，将来你1平尺的书法作品就能在北京买1平米的房子。我爷爷听完，现在拿着那个笔和纸就要来给我弄套房子。上一个这么有底气的书法家呀，叫神笔马良。我说咱是不是太敢信了啊？1平尺好几万，你按他这个说法，我爷蹲地上在那写比印钞机都快。我爷就鲁迅笔下的老黄牛不过如此了，喝的是假酒，写的是真迹啊。你感觉宣纸想升值都该给我爷爷用，蔡伦造纸就是为了德伦用纸。上周我跟我的爷爷说，我说有一个单口喜剧的节目找我，我下周准备去一趟上海，我准备带着你的名字上节目，争取咱爷俩起码火一个。我爷爷听完笑了，说你是不是叫人骗了？大伙们，谢谢各位，谢谢你们。哈，大家好，我叫多多，我现在在上海读研，学的工科电气工程。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专业。我高中的时候想学表演，当演员，我爸非逼着我学工科，也不说为什么，就只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理解这2句话，除了押韵，还有什么逻辑？学好数理化，没让我学英语。走遍天下，走遍上海的困难。走遍天下都不怕，也没说怕什么，就反正什么都不怕。我要是走在路上遇到有人抢劫我，让我把钱交出来，我说等一下，要钱没有，但你看化学95。
我抢劫犯说厉害厉害，不抢了不抢了啊！我把这些货讲给我爸听的时候，我爸根本就不在乎，就在你面前换一套逻辑。那小孩子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听爸的准没错，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听到这句话，我脑袋里的逻辑体系彻底崩塌了。吃盐是重量，走路是距离。我怎么比？我要是相信这个，那怎么学好数理化？因为我的学校、我的专业还有我考研这些选择，全都是我爸替我决定的。我就经常在想，我为什么要读书？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一个工具人，在帮我爹读书？我爸高中都没读完，没过几年，我哥就出生了。我哥6岁上小学，5年级逃课去网吧，4季风雨无阻，3餐简单对付。我爸可能觉得这个耗练废了啊，那一年我又出生了。整个时间线相当有逻辑性。那现在我这个小号不行了，这个电气工程专业我学了6年了，大学4年，研究生2年，年年倒数。就我现在学业焦虑，我都不是害怕不能毕业，我怕我真毕业了，顺利进入我们电器行业，我怕他招不住。就我在手机上刷新闻，说我们电力行业某些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即将实现全面自动化，减少人工操作。我心想你可快点吧，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就关键我爸对我期待特别高，啊，每天向咪咪给我打电话，儿啊，你要好好努力，天天学习，长大以后挣大钱，光宗耀祖。我不理解，祖宗是大家的祖宗，你怎么不努力啊？就这2年最让我难受的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爸完全沟通不了。我跟我爸说，爸，我现在的生活很痛苦。他说，那你别痛苦。你有的吃有的劝，什么好痛苦的？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讲脱口秀。他知道我每天为了讲那种开放麦，来回地铁4个小时，1分钱挣不到，只为了上台当几分钟小丑。共情了。他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时间啊拿去要饭？还能为什么？地铁不允许。节奏蛮有意思的。我说我想休学1年，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句话在我爸听来就是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暴自弃，就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很多人说父爱如山，什么叫父爱如山呢？就是你和他说话，传回来的只有回声。我说我不快乐，传回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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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啊，我叫多多，我现在在上海上学。啊，我从小到大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找原生家庭要钱。其实我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但我爸这个人对钱看得特别重，他怕我乱花钱啊，就特别喜欢说一些夸张的话，让我产生愧疚感。每次我把我的困难和我爸说，他就要把他的困难和我说。我说爸，我想买件新衣服。新衣服得买啊，新衣服得买。我都4、5年没买过新衣服了。我说爸，我要交学费了。上学好啊，上学好。我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上学。我心想这也不至于吧？啊，学费就几千块，把房子卖了就行。就是我爸这样说话，就会导致我每次花钱的时候压力都特别大。每次花钱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爸就趴在我背上，啊，在我耳边说话，没事儿，你花吧，没事儿，都是为了你好。就有一次我在线下刚讲到这里，就有一个观众听哭了，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
他看见我爸了。而且我爸每次给我钱的时候，他很喜欢在我面前算账，算在我身上花了多少钱，然后一边算一边说：“儿啊，这些就是对你的投资，你只需要好好学习，考个清华就好了。这怎么能是投资呢？这就是赌博。”我有一年生日，我爸大方了一次给我钱，他说：“你生日可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买了一件500块，特别帅、特别好看的新衣服。有多新呢？那是一种虚荣心。那我爸知道之后，他就问我，他说买的衣服多少钱买的哈？我说500，他说500啊，买的什么衣服呀？该不会是清华的校服吧？一句话就把我整难受了。我当时，其实我知道我爸挣钱养家很不容易，没有他我也不可能来上海上学。现在也不会不小心沾染上脱口秀。我现在回报我爸的方法就是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啊。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主要途径就是我通过脱口秀赚的钱给自己买一件500的衣服，然后我爸问我多少钱的时候，我跟他说50，我说50他就开心啊，觉得我又乖又懂事，还给我报销了。我转念一想虽然我倒贴了450。这就相当于我孝敬给他了，虽然他没收到，但是他开心了，这份开心的情绪就价值450，这就是情绪价值。就思路打开之后就变得特别完美我有新衣服穿，我爸也开心了。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学到的一句谚语，就买一件衣服，我出450占大头。我爸出50占小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贾德玉，我现在在读博。我在新加坡读博读了很多年，现在已经是第6年了。6年的时间全部投入在一个项目上，最后论文能不能发表也不知道，就感觉读博真的很像赌博。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东南亚做任何事情，校园区域也是一种园区。我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就爱听这一声。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不一样，因为人工是 man made， 而人是 woman made。我妈妈不知道我每天在干什么，我就给她解释嘛。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方向是教人工智能学人，并且在一些场景下装人。说完我也觉得挺困惑的，我们人类不是可以直接造人吗？为什么还要先造一个人工智能，再让它装人？人造人不如人造人造人工人。我妈也不理解，她说你读博读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造一个假人。你要是去造人，1年就出来了。现在小孩都会打酱油了，6年你都能造6个了。我说妈，咱家应该也不需要这么多酱油吧？而且生产人性价比确实有点低，养孩子6岁就打个酱油，养人工智能就不一样了。DeepSeek 1岁就能做逻辑推理，语数科技的机器人3岁就能上春晚，人工智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可以为我打工赚钱了。反正也没有未成年人工智能保护法。我觉得我的想法这么奇怪，主要的责任在于我妈。用人工智能的话来说，就是我的开发者。有人说我爸也有责任，我爸他只是提供了一点训练数据，而且他的训练数据里面还有许多脏数据。他一次提供几千万条、几百万条，有用的就1条。我们有一门课教人工智能，在这个课上
老师用人工智能布置作业，学生用人工智能写作业。老师知道之后，又开发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检查学生的作业是不是人工智能代写的。那这个过程中，人类发挥了什么作用？人类卷死了2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都懵了，你们人类究竟为什么这么卷啊？他们硅基生物哪懂我们碳基生物啊？我们碳基生物 DNA 就是卷的，双螺旋结构。好在人工智能也不总是智能。那天我问 ChatGPT，1/3加1/5等于几？他说1/8。仔细一想，倒也正常，毕竟 ChatGPT 是美国人发明的。后来我也去问了 DeepSeek， 他每次都能答对。相比于 ChatGPT，DeepSeek 训练过程中多了一个强化学习的环节，就是让他去刷题，做对了加分，做错了扣分，他就学得很好。真是棍棒底下出 AI 呀！妥妥的东亚式 AI。虽然没有问过，但我感觉 DeepSeek 配得感应该不高吧。也不知道 ChatGPT 回家会不会挨骂呀？看看别人家的 AI， 再看看你，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进爱奇艺这样的大公司啊？我把这个内容发给 DeepSeek， 问他建议，他说知识点太多，笑点太少。我说我相信喜单的观众，他说呵呵，还是你们人类会做人啊。我说那你来加点笑点吧，他就在我的文本中添加了一对括号，括号此处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谢谢大家，我是贾德玉。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简七，我是林简七。我最近觉得我思维不是很正常，我不知道我自己多大，我只知道我20多岁，而且我数学特别的不好。我有次打开计算器，用今年减去我的出生年，我是99年的，我就打25减99，然后我看我今年负74了。啊，宝宝，你是一个早产儿啊！作为一个早产儿，我还是觉得我很聪明，我很聪明。比如说，我想在我脑袋的2边纹身，我想在我头发底下就贴着头皮纹一句话，我想纹一句：“不是让你别减这么多吗？”总在想一些没有用的。我最近一直在想小彩旗，你们还记得吗？15岁的小彩旗在春晚上转了4个小时。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是一个东北孩子，就在我的世界观里，它就不存在一个台子上它能1人转，你们懂？他就转。我去查了一下，他跟春晚的渊源啊，一开始他是在一个舞会上转了2个小时，没有人拦一下孩子。冯小刚看见了，说你能转2个点，你就能转4个点。他不像一个导演，他像一个基金经理。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小彩旗转完之后，它没有一个结束的镜头，就5、4、3、2、1，过年了，画面切回来，它就消失了。为什么不给它设计一个谢幕呢？我好奇呀，我在乎它。你好歹让它转完走一下直线吧。不理解，不理解。我还不太理解奥运会当中的马术项目。我觉得奥运会啊，你不应该比的是人更高、更快、更强吗？那马驮着你又跑又跳的，啊，最后领奖你自己上去了啊！
我当时还看见过一个新闻啊，说一个澳大利亚的马术选手，他的药检呈阳性。我说哥们儿，咱那个兴奋剂是不是扎错了？你那么嗨要干啥呀？啊，人家比赛人都骑着马过去，你要背着马上去是吧？我甚至都怀疑这哥们儿他本来他就不是马术选手，他就是嗨了。他一走到那儿，哎，有个马，啊，走就走了。好多人说我的思考非常幼稚，可能是因为幼稚的原因，就我在感情里面也没办法给对方很多的安全感。我记得我有一个前任，他就教我，他说你等我每次上车之后，你把车牌照拍下来发给我，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嘛。我就是这么做的，然后过2天他又跟我生气了，他说：“哎呀，那公交车不用拍。”我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我身边也没有太成熟的人。我发小也是，我发小他就是幼稚到有一点抽象，就他仿佛完全没在现代社会里生活过一样。一个东西他愿意念什么名，他就念什么名。前2天我问他一个动漫用什么软件看，他说你就用那个哔啦哔啦呀。我认识他15年了，也不知道他下句话要说什么，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他每天就幻想自己是2次元当中的主角，今天是炎龙侠，明天是迪迦。我说那你最喜欢的2次元角色是谁呀？他说是欢欢。我说欢欢挺冷门啊，哪部作品里面？他说欢欢你不知道啊，福娃。我说没想到还是体制内2次元啊。就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跳脱的思维啊。我跟他在路边挑饭店，我说吃羊蝎子吗？他说不吃了，我海鲜过敏。就首先他以为羊蝎子是蝎子，其次他以为蝎子生活在海洋。我说哥们儿，那蝎子是山里的呀。他说是哈，你一说闻着是有股膻味儿。他有一套自己非常抽象的逻辑。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爬山虎比壁虎更应该叫壁虎？”我说谁？他说：“你看爬山虎，它永远生长在墙壁上，所以应该叫壁虎。壁虎是总是在墙壁上往上爬，像爬山一样，所以应该叫爬山虎。”我说：“你给我枪毙了好不好啊？那我脑袋留着还有用呢。我现在分不清爬山虎、壁虎了。”但我也在他身上看见了一种幼稚的力量。我就发现，当你一个人你能做到极致的抽象，你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的心将是铜墙铁壁，你受不到一点伤害。我跟他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然后有个初中同学就特别装，跟我们说：“你们呐，以后还是得挣钱呐。你看哥们，我现在啊，银行卡现在7位数了。”我心都碎了。我发小是大吃一惊，说：“啊，多少？我银行卡怎么16位呢？”你是不是因为注册的早啊？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啊，我是林简七。然后，谢谢。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3本艺术生。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导演啊，学电影。我一开始还挺努力的。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广告课，要看大量的广告。我没有会员，看广告之前还得看广告。还有门课叫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运用。我当时一听这课，我得好好上。第一节课老师告诉我们，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英文呢叫 Digital Video Disc， 简称 DVD。我说你教我这个，你想让我怎么找工作呀？毕业之后，人家问我你会做 PPT 吗？我说我会磕 DVD。他说你喝点敌敌畏啊。一天就整的没有用呢。写作业也是，我在作业里面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 PS， 老师说我这么写不专业，让我写全称 Adobe Photoshop。我不会拼啊 Adobe Photoshop， 我就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美图秀秀啊。我有一个同学，他不知道修图是什么东西啊，他只在乎修。他说他用的是螺丝刀。老师让他重修啊，但是我也不在乎老师教的怎么差，我只在乎电影本身啊，所以条条框框的东西我也跟着糊弄。最后那个论文让我糊弄的，我论文写电影的嘛，就为了致敬美国好莱坞和法国新浪潮，我就把别人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法语，再翻译回来。那论文让我写的跟摩斯密码一样，老师让我查重，我都不知道查重是个什么东西啊。一查60%多，我以为我及格了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是越低越好，改了2行变70%了。老师说我这也没办法，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降重软件啊，就是由人工智能把我论文和别人论文相似的词，它做一个置换和延伸。就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太弱智了。我写电影《喜宴》，给我改成了乐乐呵呵吃饭。美丽人生，漂漂亮亮一辈子。沉默的羔羊，小羊崽子不吱声，你说这我们拍的作品也可谓是群魔乱舞，根本没法看，但是很好夸。同学给你发过去，你也不用看，你就回他4个字：像贾樟柯。哎，他说：“哥们儿，你真懂我啊！”其实他不像贾樟柯，其实他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一个班12个贾樟柯，科班出身。我们也确实没有艺术的本领，只有艺术气质，那样是不被理解的啊！都去懂这个世界了，没有人懂我。我记得我毕业之后，长发飘飘去兼职少儿美术，小孩也不懂我，很伤我心啊。他们管我叫大美女哥哥。我说你好好上课啊，小朋友老登。很残酷啊，找不到与艺术有关的工作，很残酷。比如说我大学有一个同学，他每天就在看苏联电影，非常喜欢看苏联电影。他是真正的爱好做到了职业，他现在在景区卖俄罗斯套娃。我也是啊，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啊。保安家族。当时还沉浸在这个艺术的自我陶醉里啊。队长让我调一些监控，我调一调我就看进去了。现实主义长镜头，太文艺了，谁拍的？30天的一镜到底。那
演的也自然。警察要不告诉我，我都没看出来是小偷。虽然毕业之后不在这个行业了，但还是保持着这个行业的敏感啊，算是最后一点点坚持。我现在还是坚持用原倍速看电影，但我发现好像大家对看电影没有什么耐心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看电影他就得3倍速的看，他看什么都得3倍速，他看闪电侠也得3倍速。我瞄了一眼啊，我都没看见闪电侠。而且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总有一些人会打扰你。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封神》，我后面坐了一对父子，然后电影里面妲己刚出场准备脱衣服洗澡的时候，后面爸爸跟儿子说了一句：“你把眼睛给我闭上啊！”哎呀，他说的太大声了，我以为是电影里面的呢。我说这块字幕怎么没对上呢？啊？那电影都上架了，让你爸拿下。而且就是很多人呢还会在这个电影院里拍一些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里。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就是说我只拍了1张图片，我又不会剧透什么。那我朋友圈也不是就你一个微信好友。我记得那阵《复联》上映的时候，我刷朋友圈，刷到了一群人在参加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葬礼。再往下一刷是受伤的钢铁侠。在我朋友圈玩倒叙呢，还不剧透电影。如果你能1秒刷24个朋友圈，你甚至能发明电影。但是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没有什么立场说盗摄。你不能前脚说人家盗摄，然后后脚就猫被窝里看盗版。我现在也有点受够了，就我看的所有盗版电影，它的场景都发生在澳门新葡京。这个东西真神啊！只要你是视频，就有澳门新葡京。他不管你什么综艺、电影高雅低俗，他都有。如果你在这个盗版网站上看过《孤注一掷》啊，非常讽刺啊！你播放它是反诈，暂停它就是诈骗了。你播放是荷官发牌，暂停荷官还在发牌。所以我也无所谓了，我也随便了，反正我这段播出之后也会上盗版。那我就不麻烦他们了，我自己来。澳门新葡京线上最刺激的老虎机游戏，100万大奖等你拿！新葡京娱乐城，您的不二之选。这是我上节目之后念的第1条广告。到时候播出肯定会有电视观众一晃神，哎，我到底是不是爱奇艺会员来着？其实节目组不让我讲澳门新葡京，说这个东西有点太上不了台面。我说我可以隐晦点讲，我可以简短点，我可以说葡京。他说你快说澳门新葡京吧。好，讲到这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啊。我今天聊一聊我毕业之后的事儿。我毕业之后是来到了上海沪漂，当时没有什么钱，很穷。首先是吃饭得解决。我听说过一个说法，就如果说你跟着农民工去吃饭，你就会找到当地最便宜、最实惠的饭馆。我跟回工地了。就没有钱也没有常识，我在工地门口才想明白，你是不是应该饭点再跟呢？很穷啊，很穷。我来上海的第1站就去了财神庙啊，财神庙还收门票。买完门票没钱买香了，只能空手拜。别人在那香火一柱，保佑年入千万，一切顺利，他就走了。我偷他的香。我接好运，哎呦，太好笑了！当时就是想找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然后就想当保安。真的。我后来是去复旦当的保安。不是，这有什么可挖的呢？不是，
你们也太学历崇拜了吧！啊，其实我也一样，我也一样。我为什么去复旦当保安？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想在以后朋友聚会沉默时，我突然说一句自由而无用。他说什么玩意儿？我说没事儿，我们学校校训。其实复旦不是我的第一志愿啊。我本来想去迪士尼当保安，当保安王子，把在逃公主全接回来，被迪士尼拒绝了。他们说我没有保安证，我说我会唱《Let It Go》也不行吗？他说，面试就非常痛快啊，复旦面试就非常痛快。面试官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坐过牢吗？他问的有点太笃定了。以至于我不知道坐牢它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我脑袋也是一抽，我跟他说，我可以学。去复旦校园里准备报到啊，非常开心啊。正美呢，被门口保安拿下了。他说你是干啥的？我说我过来当保安。他说那以后我们就都是同事。我说就非得说是同事吗？就不能说是校友吗？我当上保安，我发现每天早上保安要集合做操啊，队长要教我们指挥停车的几种手势啊。我当时就发懵，我说这怎么还指挥上交通了呢？这是复旦大学还是交通大学？队长说这个是停车啊，这个是左转啊，这个是倒车。教完之后，他开始训话。他说今天我们的任务跟往常一样，校园内他不让停车。我说那刚才教啥呢？你不让停车的手势我见过呀，你就去。我被分配到了巡逻岗啊，我不知道得去哪儿，我就问队长，我说我们应该去哪儿巡逻？队长说你看哪没有保安你就去哪儿，网吧没有，但里面都是当保安的种子选手。其实我们巡逻就是负责复旦学生的安全啊，但是复旦学生非常安全啊，我们唯一能干的事就是把倒了的共享单车摆正。但是复旦学生素质有点太高了，车倒了他们自己会摆，也就是说我干了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我每天就在那找活，我就在那找倒了的共享单车。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一辆，非常激动，我这么一扶倒了一排，我非常开心，因为终于有活干了。但是让我非常羞愧的是，复旦学生开始围过来帮我，我都有点急了。我说这是我的活儿啊，你学去呀，你不学我也不学，那复旦开它干啥呀？学生真的太善良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岗，跑过来一个男生，他说校外有一个大爷晕倒了，让我赶紧处理一下。啊，我不能让他白信任我，但我也必须得站岗。我就跟他说，那你当一会儿保安。我把帽子给他戴上，当他向我回礼的那一瞬间，交接仪式完成了。我赶紧找到大爷一看啊，大爷在那睡觉。我又回学校啊，我离远一看，那个学生站得比我精神多了，他在那查别人校园卡呢。我说干得还挺好，换回来吧。他没让我进，他说我没有校园卡。我说你真是当保安的好苗子啊！有点权利你就知道难为别人。他说就是跟我开个小玩笑啊，觉得当保安挺有意思的。那一刻我情绪非常复杂，就是他能随时替我当保安，我不能替他念书，我会的就那些玩意儿，对吧？你们想，如果课堂上老师对我提问，他说高分子材料在哪个区域有不可替代性，我说这个区域我不负责。你可以问他啊，老师说你赶紧回去复习吧。我说去。
其实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孤独啊，也没有人可以说话，然后我就写成了日记，我给大家念一下。晚上下班了，保安都去钓鱼了，都在河边站一排，河很安全，鱼很危险。我没地方去，我就去对面写字楼厕所里哭，哭完回来才想起来没上厕所。当时很晚了，我路过河边，只剩一个钓鱼的保安了，我们也不认识。他问我要大鱼不，我说不要了，我自己都没地方待，他就给放了。他说做大鱼真好，自由。哎呀，其实也没啥用。我意识到我们是校友。他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他说完，我就去网吧了。好，讲到这了，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我是一个东北人，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抚顺。我觉得出生在小城市，你就很难介绍自己。别人问我家在哪儿，我说辽宁。他说辽宁哪儿？我说抚顺。他说抚顺在哪儿？我说离沈阳很近，每次都很繁琐，所以一般我会主动说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直到一个南方哥们儿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你好，抚顺。”你好，抚顺，我广西南宁李坤，你好。我听很多小城市的朋友跟我说，基本上在小城市出行就是招手打车嘛，出租车也就只干2件事儿，就是拼车跟拒载。有一次我坐在副驾，他车一停，问路边的人说走吗？路边人看了看，我说车里有人啊，摇了摇头。他这一摇头，司机就骂一道，就在那怎么这么事儿呢？有人怕啥呀？他是死人呐！我说非常野蛮啊！有次我打车这么一挥手，同时停下来2辆出租车。我还没说话，他俩自己就吵起来了。一个说我都停了，你还停啥呀？那个说我停你爹身上了。怎么你停了我就不能停呢？我就在那站着，别的空车经过我也不敢招手，我就只能在那等待，在他俩当中等待一个更强壮。给另外一个车吵走了之后我隔着玻璃问胜利者的师傅，我说师傅我去火车站。他说小伙儿，我不去。也没有共享单车，其实投放了一批共享单车，一夜就没了，全让老头老太太拿走卖铁，太快，就一夜。哈喽单车拜拜了。你们想象那个场面，就老太太把车架子敲成铁皮，放自己车筐里，骑着去卖铁。我们总说做事情要打破框架，他们打破的很彻底，他框是框，架是架。老头骑这个3轮车出来了，给这个后备箱装共享单车装这么老高，就你光看他那辆3轮车，你是分不出来他是要偷窃还是要投放呢，你知道吗？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一出门，哎呦，穿越了，那大道上拿铁棍搁那撬，拿小锤搁那撬，太震撼了，全民运动。我说怎么了？又变刚了啊？那边老人就是非常的自由啊，什么也限制不了他们，宗教也是，他们信的也不是正规宗教啊。好多老人他信教是因为他们到岁数了，准备上天堂。
信别的就很少。你要跟他说轮回，他就说轮回，我就不去了。啊，宗教这儿不让干，那不让干，他们信教的主旨就是我都能干，因为我能忏悔。所以你能看见一种奇观啊，就好多老人在教堂门口打牌。哎呦，这帮堕落天使啊！打1个礼拜，进去做1个礼拜啊！那话你都没听过呀，主啊，我忏悔，妈3拜1出早了。也没有什么文化氛围啊！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假书壳子，就一般是这个饭店、酒店大老板办公室做装饰用的，就摆在架子上，里面是空的那种东西。我第一次见假书壳子，是在我们那儿的图书馆。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的假书，还是先没的文化？你们能想象吗？一个个嗷嗷待哺、渴望知识的青年，翻开书一看，我文化了啊！我还上网查了一下，这种书它叫仿真书。哎呦，你听它这个名字啊，仿真书。我从小就对真假这种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我小时候也穿一些高仿的鞋什么的，我同学就指着我，他说：“你这个鞋是假的。”我觉得真假你也得看哪种维度吧。在你那儿它是假的耐克，在我这儿它是莆田正品。但是仿真书啊，它都不是书，它是纸壳子。你让老头老太太知道了，来了全给你拿跑。比在图书馆放假书壳子更诡异的是什么？是这个假书壳子，你能借走。当他跟我说这书啊，你最多看30天的时候，我都有点入定了。我说这里面他该不会有字儿吧？老师问我看没看过《红楼梦》，我说那打开里面一场空啊。我还看过吗？我都看透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啊。Hello。大家有看我讲我发小那篇吗？啊，对，李家俊，对，讲逼了那个，他今天也来看我来了，他在后台，请假来的。他跟他领导请假的理由是爱奇艺请我去录个节目，给领导吓一跳，给他开了病假。我们毕业之后就一起去了南方，然后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幼稚的人啊，我每周必看白桃星座。陶白白，就它是一个公众号，它会给你下周的健康做一个预测，让你提前来预防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准的有点邪门了。就下周他让我哪儿疼，我哪儿就疼。我说这是白桃星座吗？这不死亡笔记吗？说我下周胰腺疼，我都不知道我胰腺在哪儿。我问我发小，我说你胰腺在哪儿，你知道吗？他说我姨现在在深圳。我说我不是说你姨在哪儿，我是说胰腺在哪儿。胰腺呐，北上广深吗？他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人啊！我记得有次我微信上不去了，需要好友给我发验证码，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微信给我发688423。”他说：“我暂时没有这么多钱。”
你能不能容我2天？我说这2天你要干啥呀？哈，去一线找你姨呀？当时每天日子过得就是非常荒唐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楼下盖浇饭吃饭，啊，我就觉得那个盐就特别咸啊，盐都硌牙，你知道吗？然后他吃了一口，他说先别吃了，啊，就是他家用的盐是大粒儿盐，扫雪用的。我说南方也不下雪呀，他说所以就用这儿了吗？他还是接着吃了，把这个盐挑出去，碗都快空了。我就感觉就是米不够了，把盐叫过来撑场面。你说跟我走吧，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盐一想也行吧，啊，万一有人吃一肚子血呢，是吧？对，这就是我的风格啊。啊，日子就是过得也非常窘迫，家里太小了，放不下任何家用电器。我去剪头发，啊，理发师问我平时怎么吹头发，我说我一般是骑自行车吹，一般是背头。我要是想3七，我就得。啊，这段子写的太有生活了。你就别说这个吹风筒了啊，就经常在家吃饭就是买馒头，啊，咬一大口，当碗，既是饭碗也是碗饭啊。就你拿这东西出去，你都没法要饭。我这一伸手说给点吧，人说你这不有吃的吗？房间真的太小了，只能摆下一张床，然后我跟他一块儿住在床上。他还是比较邋遢的那种人，他比较邋遢，喝完的这个瓶罐矿泉水瓶就都立在床上，啊，他一睡觉就跟帝王出土似的。我有一次偷拍的一张照片，然后发给我妈抱怨，我妈说这孩子要干啥呀，非得在桌子上躺着呢。啊，每天晚上他一睡觉一翻身，这些瓶就全滚我这边来了。哎呀，哗啦哗啦，我就感觉我一闭上眼就回到童年啊！我睡在这个海洋球城堡里。当时每天都在抱怨，就是房间太小了。直到我们发现隔壁住着一家3口，哎呦，一家3口住5、6平，非常感慨。我就觉得空间越小，他人就越多，对吧？很奇怪，空间越小人就越多，空间越大人就越少。对吧？200平的豪宅，他可能只住2个人，但8人的合租房肯定不止住8个人。你就感觉穷人他就是好收纳。我现在兜里就揣俩，别出了啊！所以我理解的阶级就是越高就越不拥挤。你看，我们从这边到这边啊，只要晋级就会多个扶手，多点距离，对吧？我们得拼命用幽默感换一点空间。你们再看看评委席，不用幽默也能得到空间。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幽默，看他们懂不懂。笑了就是段子幽默，不笑就是段子完整啊，没事。我昨天发小也陪我彩排了，他就看着我们选手的座位说：“你们座太小了，你什么时候能坐那边？”我说：“你再容我2天啊。”其实我今天总决赛发小能来真的很开心啊，因为我们现在聚的很少了。我总会想起原来我们住在一起，就在那个小房间里。虽然房间很小，但每天就是胡思乱想，说一些有的没的，你一嘴我一嘴的。我记得有一天我看书，书上说雪糕是元朝发明的，我就开始思考，那怎么没有雪糕古董呢？然后就想明白了，雪糕会化。想明白之后就有点伤感，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它连被保存的资格都没有。那你没有证据，你可以随便说，
你可以说它是侏罗纪发明的，对吧？随便吧。我把这个结论告诉我发小，我说雪糕是侏罗纪发明的。他说那侏罗纪挺厉害呀。这时候听见房间外有人在笑啊，我说咋的了？咱俩出去看看。他说咱俩听话吧，别出去了。我说听谁说话？他说你知道咱俩现在在哪儿吗？咱俩被人揣兜里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轩宇。先磕了一下，好尴尬呀！哎呀，然后就第2年录节目了，然后确实还是不是那么适应。然后去年录完之后吧，然后就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每次去都让我聊哲学，但我就是个本科生的水平，给我感觉是去答辩的。问我说：“翔宇，你怎么理解尼采？”我想说我没有选修这门课，尼采我都是在网上看的，我都怕说出来过不了查重，直接学术造假把我抓起来。我后悔，知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有，因为我说我是应届生嘛，就老师让我代表年轻人，甚至有次非要宣传我是青春男大。我说别吧，我都27了，我只是延毕了。那你是不是只要在读书就一直是男大？整个宿舍一起延毕到80，哎，耄耋男大。啊，一起推着轮椅去上课。老师说：“同学们，我这门课今年可能会挂几个人呀。”我之前还去录过一个节目，主题就让我聊这个青年与中年，然后跟我对谈那个嘉宾是一个中年文艺老登，不是马老师啊，是我，那个人才是真的奇葩，我跟你说。当时我一进去，然后那人在那喝水，我说老师，您这个杯子挺漂亮的。他说哦，我在日本买的，我之前是在日本留学，从小就比较喜欢日本文化。现在也没事就会飞东京去浅草散散步，谁问你了？谁问你了？我一句话了解一个男人半辈子。我聊的不是杯子吗？没聊你呀，你在这儿装什么杯呢？后来又聊到那种什么中年爹味儿的话题，他就又来了。能理解你们年轻人，爹肯定是不好。我年轻的时候呀，你听哥一句劝，你懂我意思吗？太诡异了，就是一个老登在教你面对青年困境。我的困境不就是你造成的吗？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山东的饭桌上听主陪大聊女性主义。这我都懂，孔子、孟子。上野千鹤子，然后我最难理解的一类工作吧，就是让我给建议，说给应届生建议，给年轻人建议，甚至给职场人建议。我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天天到处给人建议，我成专家了。妈咋的，本生专呀？我自我认知觉得我是靠讲脱口秀被大家认识的，就你让我搞笑我 OK， 但是聊别的我是真不会。哎，我是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人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就，你就可以掺和其他领域。你像现在很多人火了之后就会出书，当作家。我送过你。哎，以前出书很难的，你想想司马迁，你现在把《史记》和那种明星畅销书摆在同一个书店，司马迁看到什么反应？说啊，这样就可以吗？我受宫刑忍辱偷生值得吗？还迈不过这个人间不值得啊！他
他难道比我还切中要害吗？哎呀，我发现真的很多成功人士的建议都是废话。我看了很多，我发现无论是谁啊，给的建议里面一定都有一条，就是不要老是玩手机，多阅读，多生活。我又不傻，我知道阅读跟生活是好事，做起来没那么容易的。你没有试过在地铁早高峰看书吗？那书你都打不开，你想看只能这么举着，就这么努力，在古代得是个举人。旁边的人看着都觉得这人疯了吧，2号线犯贱。然后我真的也被人问过，说翔宇，你在人生的低谷会反复看的书是什么？我看的是《斗罗大陆》和《斗破苍穹》。就是那些崇高的思想、细腻的情感，你是要花精力去品的。你说你累一天，晚上回家瘫在床上，就不想看那种文学大部头，费脑子，砸脑袋贼疼。我看什么《平凡的世界》，我白天过了。你说你要是被领导、客户大骂一顿以后，你是看《卡拉马佐夫兄弟》，花60页。讨论是否要对恶人正直善良，还是看斗破苍穹，谁惹我全杀了。你看现在大家都喜欢看这个短剧、爽文，那不还是因为现实生活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吗？就你要真过成爽文，谁还看爽文？我就不信马云会看爽文。啊，一觉醒来我是千万富翁。马云说我破产了。哎呦，这种苦难文学，在这消费痛苦，不看，太压抑了，还是过我平凡的生活吧。我真心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过得好，但这是不是也像是一种幻想？所以我就不想给建议，我想拍个短剧。一觉醒来，我们每天都有时间阅读和生活。谢谢你们，我是于翔宇。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是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这个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大家一般听到那个反应就是哇，那就是有文化没工作。这个我读哲学确实是不太好找工作，而且我身边有些朋友还会调侃我。说找不到工作怎么了？你们学哲学的人不是都很通透吗？你虽然找不到工作，但是你可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啊。我咋辩证啊？说实话，我真的一点都不通透，因为我学完哲学吧，跟大家学任何专业一样，还是要出来找工作打工的。我发现现实生活跟我学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只会更加矛盾。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我上午还在上课，我学那个《资本论》，什么资本会无情地压榨你。剥削你的剩余价值，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跟肮脏的东西。我下午去面试的时候，往那儿一坐，我可以加班。什么亚里士多德呀，多劳才能多得。我去年经济压力真的还挺大，因为我刚毕业，确实找不着工作，然后想干脱口秀，脱口秀行情又不太好，那是不太好。而且当时我对象也被裁员了，就半年多完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知道干啥好。我最后都想着破罐子破摔了，我说这样吧，我决定了，咱俩就去开网约车吧。他说好主意啊，就差1辆车了。我研究过了，咱俩可以先租个车，等赚了钱再买就行。他说先租车再买车，你没看过《骆驼祥子》吗？于翔宇，你要租车你就完了，你就一直给人干吧，你还叫什么翔宇啊？你就叫祥子。我这个人我真的很矛盾，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导师跟我们说啊，这个咱们学哲学啊，不是为了赚钱买房买车，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精神世界。但我做不到。我去年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想着回学校跟我老师聊一聊。我当时回了趟学校，我在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我导师在跟其他教授讨论问题，俩人在聊买学区房。
我当时整个人崩溃了，那就是压倒骆驼祥子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说老师你也这么现实的吗？你上课教我的可都是形而上学，背地里偷偷研究小孩上学。我崩完之后发现，其实我就是很羡慕我老师，他有这个物质基础。你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这样，你像什么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但他自己是个富二代。叔本华的生平是这么写的：自幼喜好哲学，11岁学习宗教学，15岁研读伏尔泰和卢梭，19岁研读古希腊哲学，21岁继承父亲遗产。我课程表上没有这门课，我21岁还在那看什么是自由，什么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叔本华啪给我一巴掌，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我看完都觉得我看不懂叔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就是单纯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你看他写那些句子，什么意志决定命运。真的吗？我怎么觉得是遗产决定命运？还有什么不要拿健康换取身外之物？你叔本华是不用换呀，你拿你爸的健康换的。还有那句最经典的，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因为人的欲望无法满足就会痛苦，满足了就会无聊。我想无聊。太想过无聊的生活了。我虽然现在是靠搞笑有趣吃饭，但你问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想做一个无聊的人。有趣有什么用呀？你在我们这个行业，有趣的灵魂千篇一律，无聊的人生才是万里挑一呀。好想过上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住在陆家嘴的顶层豪宅，穿着一件真丝睡袍，端着一杯红酒望着窗外，没啥意思啊。我现在通透了，我觉得最基础的哲学问题我已经想通了。什么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祥子，我从那里来，想到那里去。谢谢我叫于翔宇。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大学真的是学哲学的，然后很多朋友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专业学啥，然后很多人就拿我当心理学用，让我开导他们的人生问题。经常就是在一些饭局，就是一堆中年大哥聊他们那些怀才不遇的破事儿，聊着聊着突然问我说：“翔宇，我怀才不遇这个事儿在哲学上该怎么解决？”我哪知道？哎，大哥，你真的要从哲学的角度看，那你得先抓住这个问题的本质，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有才华，你从来就没有孕育过才华，那你就不是怀才不遇，你就是不孕不育。但这种饭局我不想去，我又不知道怎么拒绝。人家发微信问我说：“翔宇，明天一起出来吃个饭呢？”我一边在脑子里骂他，一边手上给他回：“好的哥，明天见。”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于翔宇，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是典型的内耗，你得学着减少内耗。”我一开始不知道啥叫内耗，我就上网看了一些心理博主，看完之后真的开始内耗了。我在那个博主的主页刷了半天，内耗一点都没减少，病越看越多呀。看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看完以后我现在是一个配得感缺失，没有钝感力，边界感过强，但又习惯性讨好别人，活在原生家庭阴影里的回避型依恋。之所以说的这么详细，是因为我有完美主义。这个段子但凡有一个人不笑，我就会立马开始怪罪自己，因为我还是个高敏感人。就他们这个诊断方式，你别说是我了，我觉得就算是现代心理治疗的开创者弗洛伊德去刷小红书，他也得有病。弗洛伊德刷完之后恍然大悟说：“哦，我原来不是个欧洲人，我是个东亚小孩啊。”
而且这帮心理博主吧，到最后就经常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你原生家庭有问题。我觉得这个理由也太大了。你说我不会拒绝别人，是我爸妈的问题。哎，是不是就是因为当初我妈不好意思拒绝我爸？啊，而我觉得他说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这个表述它本身就有点问题，它就是个陷阱题。因为原生家庭本身它就是不是一个好词儿，人家家庭幸福的人就不叫原生家庭，人家就叫家。你没有见过谁跟你说哦，我这个工作是我原生家庭托关系帮我找的，最近买房了，原生家庭出的首付。我爸妈说了，在外面累了就常回原生家庭看看，常回原生家庭看看，回原生家庭看看。我知道我唱的不好听啊，但我爸妈声音也不好听，这就是我的家庭原声。而且我觉得，就算真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我也很难解决，因为他那个理论说的是，你成年以后的很多问题都是小时候父母造成的，但是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事儿已经过去了，来不及解决了。小孩身处其中的时候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的，没有哪个小孩能做到一边被打，一边理性分析，一巴掌打过来啊，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所以我现在就算看完这些心理学知识之后，我也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我唯一能用到的地方就是我能看出谁有问题。所以我现在在高铁上看到那种小孩在跑来跑去、大吵大闹、外放视频，父母在旁边玩手机，完全不管他那种小孩，我都不会讨厌他，我只会觉得孩子，你这辈子完了，你原生家庭有问题，跑吧，跑向你不幸的一生。别看你现在这么活泼，长大会抑郁的，还有心思看汪汪队立大功呢。抓紧看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吧。所以我是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因为你说到底啊，我爸妈不也是东亚小孩吗？所以我做不到什么事就只怪他们，我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我只能祝大家尽量少一点抽象的焦虑，没事能常回原生家庭看看。谢谢你们，我叫于翔宇。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是去年大学毕业的，我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然后节目组就说，那这期主题你可以刚好聊一下哲学专业毕业之后的工作方向。这咋聊呀？就是没有工作。我毕业的时候，我辅导员还劝我乐观一点，说翔宇，你暂时找不到工作这个事儿呢，它也有好处，你就可以刚好保留应届生干净的身份。我光有这个身份有啥用呀？同学聚会，人家说啊，我现在在大厂上班，5险1金顶哥。我说那怎么了？我可是应届生。你已经跟资本同流合污了，我还是清清白白。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我就算饿死，我也是应届生。我墓志铭上就写于翔宇，他的一生是应届的一生，没给资本出过1分力。因为我这个专业确实没有什么对口的工作，我就提前干过很多兼职跟实习。我一开始也干过补习老师，教小升初1对1，所以来上课都是些什么家里开公司的或者拆2代的有钱小孩，搞得我就没有任何立场劝他们好好学习。小时候我老师跟我说的是咱好好学习，考好大学，找好工作，过好的生活。但这帮小孩他已经有好的生活了，搞得我每次骂他们我都很心虚。我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那长大以后可就只能出国留学了。你难道希望跟你同学一样，就当一辈子普普通通的房东吗？我求求你了，你就当是为了我学，你让老师挣2个钱儿吧。老师不花，都给你攒着，以后租你们家房子。后来补习老师这条赛道就没了嘛。
然后又去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那种大厂嘛，就是经常干到1、2点，也没有加班费。我说领导这么干我实在受不了了。领导说这怎么了？这很正常啊。翔宇，你学哲学的呀，存在即合理啊。当时给我哲学世界干崩塌了。我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件事的存在，它都不合法，但就合理啊。我都有点后悔读哲学了，我就应该学法学，什么他人即地狱，我想送他进监狱。哎呀，但是我也就是嘴上说说啊，就是完全没活干的时候又会着急上火，还好有京东念慈庵鸡热清帮我降火，6大天然草本成分，像应届生一样干净。因为我毕业的时候真的是一个 offer 都没拿到。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还想着什么整顿职场，我甚至想过用《资本论》整顿职场，说没有人可以拿走我的剩余价值。一毕业发现真没人拿，就我的剩余价值不会年年有余吧？而且如果完全没人用我的话，我这个都不能叫剩余价值。一道菜如果有人吃了，剩下的厨余垃圾都可以勉强叫做剩余价值。而我这种应届生，就相当于那种没有开封的5仁月饼，包装精美，原料干净，日期新鲜，但就是没人动，而且还是会每年新生产出来一批拿来送给老板。老板说：“哎呀，饼太多了，吃不完，根本吃不完。”现在真的是想卖点力气都难。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今年还有很多公司直接撕应届生 offer。就是春招秋招给应届生发了 offer， 临入职了毁约，说这个岗位没有了，你去找别的活吧。我就这么纯耽误人嘛？你这个点让人上哪儿找活去？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恶心程度就相当于，比如说今年年初，爱奇艺就定了我可以来录节目，快开录了跟我说啊，我们这边选手已经满了。我说那我咋办？我为了来这儿，我把别的活都推了，我连春招我都没去。你说现在让我干啥呀？你干点啥不都可以吗？你年纪轻轻的一身力气。要不你就去种地吧，少年。快走吧，快走吧！错过了春招，别再错过秋收了。这事儿给那帮大学生都逼疯了，突然没活干了，也找不到工作，都开始在评论区找工作了。就哪个撕 offer 的帖子最火，就在下面留言，说求捞，墩墩。走过路过的好心人，有工作踢踢我。还有个 HR 在下面着补，说这个公司虽然撕了你们的 offer， 但至少给你们保留了应届生的身份。哎呦，您可真是个大善人，我可得感谢你，只是玩弄了我的感情，没有真的玷污我啊。这公司不要脸的地方就是裁员撕 offer， 只要给了点赔偿金就都合法，但你还是会本能的觉得不合理。大家想要的就是个确定感，你上学、上班，人生慢慢走向正轨。现在就是会有人突然把你正轨毁了，然后跟你说，哎，那你现在自由了，你的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那才是你牛马该去的地方。我就看着那帮同学蹲在那儿找工作呀，我都想说，要不实在不行就都来干脱口秀吧。我们这边今年2家大厂都在扩招，既然在哪儿都被当作笑话，那咱至少可以 stand up。谢谢你们，我叫于翔宇。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是今年也是为了录节目，就直接搬来上海，但感觉还没挣钱呢，就开始花钱了。我得先找个房子，我是在那种平台租的，其实性价比稍微有点低。他们就跟我说他服务好，会给我配个管家。我租房还带个管家，就好像我骑共享单车还配个司机，感觉我是个落魄的贵族，一个人来到这大上海，没有家，但有个管家。老管家，帮我联系马总，把花呗套现，然后把房租交了。这套宅子我要定，少爷万万不可呀！
这破房子他只是看着好，住着一点都不自如，不自如。我发现现在这些花钱的地方就很爱给你用一些很高端的词儿，显得我过得多好似的。你像支付宝也是，现在都不把你的钱叫钱，叫资产，叫你财富管理。我看着我的总资产3块7毛6，说完了，被几家电商巨头联合做空了。还好我还有不动产，我还有一片森林和一座庄园。哎呀，支付宝就天天劝我保护地球，我还为衣食住行操心呢，我哪有那个能力？你让我保护地球，不就相当于让蚂蚁保护森林？支付宝为了让你多用它，就把这个话说得太好听了，说你的日常生活都可以收集绿色能量，改善环境。不是，我也没有那么高尚吧？我只是为了省钱，被迫过得很环保。那我天天出门不打车，我挤地铁、骑自行车。就是为了以一己之力对抗全球变暖，每次累得要死的，哎，又为地球贡献1小时，真是能量满满的一天呐！我觉得用这些高端词儿就是在说些漂亮话，想让你多花钱，搞得现在用词儿就越来越大，有些都不讲道理了。你像很多品牌代言，就除了代言人以外，现在还有品牌大使。大使，不是主权国家的代表吗？你这个品牌也太狂了吧！那你和别的品牌合作都不能这样联名了，你俩建交吧。品牌大使，你为了唬人，这个名头叫的也太大了吧！我上次听到这么取名的还是发型总监。很多奢侈品甚至有全球大使，你都能代表地球了。你是要跟外星人建交吗？你大使拿着你的衣服给三体人，三体人一看吊牌，这也太贵了，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我觉得代言奢侈品还算好的，更夸张的是，现在很多明星都开始代言生活用品了。我那天买纸巾都有代言人说明星同款厕纸，我当时就不想买。我觉得你明星代言赚的钱，肯定都是溢价到这个产品上，让普通消费者来承担。我觉得你代言奢侈品可以，我也买不起。你代言厕纸，我是真的会买厕纸。你动到我的蛋糕了，你别哪天出了事儿，就拿我擦屁股的钱给自己擦屁股。我觉得这个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少一点这种漂亮话，多关注一下人的具体需求。但现在经常就是为了表面漂亮，完全不管你实际需求。你像很多商场现在会宣传自己各种友好，修得贼漂亮，但就是不愿意在厕所门口写个男女，非要用个非常抽象的符号。男厕所就这样，女厕所这样。有时候乍一看都分不清，你哪怕画的真实一点呢？男厕所，你就画一个小人在那偷偷抽烟；女厕所，你就画一个普通的小人，后面排着67个小人。你商场为啥不能多修点女厕所？你这个现代文明社会能不能解决点实际需求？而且一部分人的需求被忽视，最终一定会影响到所有人。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想显得我自己多高尚，只是它也会影响到我。那我跟女朋友一起出去逛街，如果她要排队等厕所，我就要在旁边等她。我有时候等没事儿干，我都想帮她排。我说你先去试衣服吧，我在这儿帮你排着。我愿意为了你做一个变态。我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每次听到这些漂亮话，我就觉得你们有那个说话的功夫，不如多干点事儿。这个世界不需要语言来精装修，只需要少点宣传墙，多点卫生间。谢谢你们，我叫于翔宇。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翔宇。最近节目确实播了，我发现你们对我实在是太包容了，还有喊帅的，哎呦。谢谢，咱讲段子好吧？
哎呦，真的，我发现你们真的是对我太包容了。还有些人网上评论说，哎呦，学哲学的就是不一样。但我哲学其实真的没有学得很好。你看我讲那些哲学知识，你们都听得懂。你们听不懂那些，当时我也没听懂。因为我有些老师教学方式确实是非常老。你像我们有一门课叫美学，就是从哲学的角度跟你讲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如何去审美。上了课之后发现我们老师审美特别差，他上课基本就是给我们放那种祖传 PPT。我看了一眼，上次修订日期是2003年，用 Office 2000做的。我老师的 U 盘都是256M， 插上去电脑中毒了，弹出来一个熊猫烧香。PPT 打开之后还有2行标语，写着上课勿摘口罩，时刻严防非典。下一页课程的标题是5个大字，用的是宋体，加粗、描边儿、立体带阴影、彩虹渐变色。5个大字，什么是艺术？这是艺术吗？这不是艺术字吗？讲那个知识点的时候更难受，背景全那种黄色、蓝色的纯色底儿，所有的文字都是5颜6色的黑体加粗。讲到重点，飞进了一个彩色的框 ，biu。整个那个画面的设计啊，就是照抄了椰树直播间，就是个椰树牌 PPT 啊。我都怕我老师拿这个保温杯站在旁边。同学们，这 PPT 我从小用到大。除了学啥以外吧，大家也会问我说，那你们学完哲学到底能干啥？我也不知道。我有个师兄是哲学博士，不知道你们看那个新闻没有？我有个师兄是哲学博士，晚上兼职在校门口摆摊儿。上这么多年学，考研、考博，现在考肠，挂了个牌子说哲学交流，买1根烤肠可以问一个问题。这谁路过不想问一个问题啊？你这多少钱1根啊？受到我们师兄的启发，我们学校门口现在已经有了哲学酸奶、哲学钵钵鸡，感觉哲学和啥都能搭配。比如哲学白酒，老村长，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你买1瓶，问几个问题都可以，答案反正都在酒里了。然后最近还有经常有朋友问我说：“于翔宇，那你为啥明知道不好找工作，还要坚持学哲学？现在大学不是可以转专业吗？”是可以转，我就是从计算机转到哲学的。我一点都不后悔啊！我其实就是当时太年轻，想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我就觉得可以先思考人生，大不了再回去干程序员。但现在程序员也不好干了，我那帮做程序员的同学也开始怀疑人生了。他们就跟我说，现在这个行业不好，可能自己干的这个领域、这条赛道随时就没了。我很能共情啊！我一开始干过补习老师，赛道没了。来干脱口秀差点也没了，感觉我就是行业明，我还不能叫自己行业明灯，行业明灯这条赛道也没了。然后他们比我工作早，就说前几年还算稳定，这工作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现在就是坑位在减少，那萝卜不知道能去哪儿，可能连网约车都开不了了。现在有无人驾驶出租车了，那玩意儿叫萝卜快跑。感觉这车撞你之前还要嘲讽2句，说萝卜，快跑吧，时代的车轮来撵你啦！因为我现在就是试图想开一点，好像你咋选都行，你先活着就行，你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啥，可能到最后你个人根本没得选，就只有时代选你的份儿。你比如说订书机，现在主要用来订外卖。它被设计出来是为了整合和传承人类的知识，现在就天天打包知识炸鸡。但
观的看的话，可能以前在学校没人在乎订书机，大家喜欢那种很炫酷的卷笔刀、奇形怪状的橡皮，现在都快淘汰，只有订书机活下来了。订书机可能很高兴，哥们儿现在 offer 太多了。那卷笔刀你再能卷，没人用啦。现在没笔可卷，只能卷没笔。还有那回形针，那回形针半年就接了一个拆 SIM 卡的活儿。只有我订书机成功转型，我现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能盯精神食粮，也盯得了食粮。我有今天也不是靠自己，是时代在召唤。谢谢你们，我叫于翔宇。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翔宇。能走到总决赛，我真的挺开心的，感觉应该能挣钱了吧。我最近2年真的很想挣钱，不光是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啊，是因为我妈前2年开始搞网络理财了。不是炒股跟基金啊，是那种非常正经的诈骗 APP， 就是那种 P2P， 爆雷之后就把你的钱全都卷跑了。我妈也报警了，但没啥用，那个骗子早都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可能连移民都办完了，钱肯定不会还了。你骂他，你怎么中国人骗中国人呢？他说：“哎呀，已经是外国人了。I am a foreigner。”我妈手里没钱之后吧，家里很多银行贷款都还不上了，还被银行起诉，上了那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我听了以后说，那咱慢慢还钱可以，但这个事儿是不是影响不太好啊？我也是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说没事儿子，你放心，妈已经查过了，这个是不影响子女的，你就该干嘛干嘛，搞你的脱口秀，进娱乐圈。妈看了，娱乐圈很多当红的明星啊，父母都在那个名单上。加油，儿子！妈上了那个名单，你就半只脚踏进娱乐圈了。然后我妈为了要还钱，就想找点挣钱多的活儿，但人上了年纪也没啥能干的，她就决定去干月嫂和育婴师，因为家长舍得给孩子花钱，工资还可以。他就跟我说，他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带孩子。我说妈，你不会呀？他说不是，儿子，我是在学习更加科学的方式。妈以前带你的方式都是错的，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科学喂养，给小孩开发大脑，鼓励式教育，让孩子感受到爱。我听完觉得我感受不到爱了，我以前咋没有这些呢？我那个心情就很复杂。有点像看到前任对别人更好了，我意难平啊！我用我的整个青春和童年教会了他如何爱别人家的孩子，我都不敢问他妈，那你爱我吗？我怕他说儿子爱过。而且我妈这个人还挺可爱的，她会忍不住想要跟我分享她的进步，但有时候看到她对别的小孩越好，我就越羡慕和嫉妒。有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也不聊他的生活，也不聊我的生活，就聊那个小孩。有一次他跟我说：“儿子，妈今天带那个小孩呢，弄倒了一杯水。妈本来想骂他，但我想了一下，他在探索这个世界，我就没有骂他。我记得你小时候这样的时候，我肯定骂你，你爸还叫我揍你呢。”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因为我大脑没开发。我妈有时候跟我打视频都会带着那个小孩。有一次她在给那个小孩早教背古诗，她就说：“来来来，快给翔宇哥哥也背一个听一下。”那小孩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说：“小弟弟，你知道这首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吗？”这里面用了一个拟人的修辞手法，一个怨字表达了诗人对不幸童年的叹息和对原生家庭不满的愤慨之情。而且我妈现在带小孩这么专业吧，我还很担心一件事儿，我怕她以后给我带孩子要收钱。别到时候我说妈，我们都要上班了，你能过来带一下孩子吗？妈，
妈，叫什么妈？叫李阿姨。跟谁俩妈妈的呢？我以后在家只能叫爸，李阿姨。感觉我爸二婚了。李阿姨确实对我挺好的，是真把我当亲儿子。但是我吐槽归吐槽啊，我还是很佩服李阿姨的，因为她业务能力确实很强啊，经常会有人给她送锦旗。去年过年，她还跟我说她要升职了，她要去美国带孩子，啊，因为有些美籍华人还是想找华人带孩子，可以学汉语、学传统文化嘛，就想从国内雇。开的条件确实挺好的，就包机票、包签证过去，开的工资也很高，开$9000一个月。我听完说这个月嫂一定要女的嘛，那不是美国嘛？我可以自我认同为一个阿姨。而且啊，但我当时担心这个不会又是诈骗吧？啊，不会骗子去美国2次创业了？我就提前想把李阿姨联系好，确认完全部是真的，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说妈，那你要去美国这个事儿可不小，你有啥计划你跟我说一下。那你是不是去了美国，那你就不回来了？那个钱你也不还了？你成外国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是儿子，妈肯定是要还的。你看妈的计划是这样的，那不是$9000一个月吗？那我在美国干个1、2年，就能快点把国内的债给还清了。我心想说，妈你野心也太大了，你让中国人骗的钱让美国人还，还真是5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他最后肯定还是没去美国啊，因为他还在那个名单上面。哎呀。然后我上一轮录完回家，他还在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说在国内带了5年孩子，也终于能把钱还完了，也不在名单了。还跟我说，儿子，妈这几年挺对不起你的，人家都是父母帮忙铺路，你反倒要担心爸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我说这有啥的，这不写了5分钟段子吗？我也没想着你帮我进娱乐圈，但我决赛圈可就靠你了。兄弟，谢谢你们，谢谢李阿姨。Hello， 大家好，我是徐翔宇。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啊，我确实变化还挺多的。现在已经开始有亲戚找我办事儿了。我上个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跟我说：“翔宇，你表哥被抓了。”我一问，说是因为我哥开店不小心收了一笔诈骗的赃款，要配合调查，现在被抓到了上海，联系不上。然后问我说：“翔宇，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去看守所把你哥弄出来？”我听完直接懵了，我上哪儿找人去？我在上海认识的全是脱口秀演员，屁用没有，只会幽默。我要是问他们，你们有什么路子能去看守所吗？说咋的？你想去看守所演出啊？那你去不了，那里明星太多了，你咖位不够。我实在不知道咋办，我就寻思帮我哥找个律师，但你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就打开了大众点评。哎，大众点评真的有很多律所，但那些好评你也不敢信，就跟饭店一样，很多好评一看就是刷的，说这家律所位置好找，不用排队，判的死刑立即就执行了。而且选择一多吧，你就会想找一个最划算的。我最后给我哥精挑细选了一家4.7分的律师事务所，团了一个3块9的刑事辩护套餐。现在想想真的荒谬，穷病乱投医呀！3块9的刑事辩护律师能干嘛呀？法官说无期，律师说行。我哥在那儿，我到底犯什么罪了？贫穷。后来我哥当晚就放出来了，但这个事儿对我冲击特别大。就是我本来以为我能不用搞关系、找人情，靠自己就能生活下去，但其实我靠的就是啥事儿上网搜。你说亲戚问我，翔宇，你在上海有人吗？我说我有人工智能，有问题找夸克。夸克 AI 超级框，啥都能回答，就是搜商高。
亲戚说：“翔宇，你要不先搜搜怎么提高情商吧？”其实从上大学开始，家里亲戚就会说：“你出门在外，以后工作要靠人脉的，要多和那些比你厉害的人来往。但是比我厉害的人凭啥跟我来往？不都说人脉的本质是资源置换，人图我啥资源啊？图我网盘资源。我直接给爱奇艺 CEO 发私信，我有影视资源要跟你置换，我拉你进资源群，你让我进娱乐圈。”感兴趣出来吃个饭，我还有海底捞大学生优惠。哎，但是我现在能意识到吧，有些事儿你只靠自己确实很难办。我去年刚来上海的时候看过一次病，就我脚这里烫伤一块，然后一直化脓不好。你上网查贼吓人，是会发烂、发臭，然后截肢。但是有烫伤科的医院呢又特别少，我一看号至少要等1个礼拜，我说那不用看了，直接截肢吧。喜剧之王单脚记。然后我找了半天，发现唯一能挂到的就只有那个特需门诊，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排队了，但是同样的医生你直接挂50，特需门诊1000。我说，哎，这怎么医院还有迪士尼速通卡呢？我要不还是排队吧。我就发现人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你哪怕是看病，也会下意识考虑性价比，就真的要钱不要命。身体的事儿不着急，啊，不就是排队排到死吗？啊，至少能玩上1个项目吧，啊，飞越太平间。然后我就问我上海的朋友说怎么看病能更方便一点，他们就跟我说那就找人呗，啊，我不用排队，我哥是肿瘤医生。我说那你天天得肿瘤？他说不是，我哥会带我去其他科室再找人，那医院也是小社会，能关照的地方肯定会优先亲友嘛。为啥是亲友优先呀？不应该是 IC 优先吗？以前也没人教我这些呀，我只知道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不知道学医能救自己人呢？难道医学生宣誓仪式的时候问咱们为什么献身医学？为家人谋福利。哎，我说实话，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就是我以前觉得我不想搞关系，是因为从哲学上讲啊。就是人想要公平，那我自己也得先做到吧。那这样我就算过得再差，但我至少是个好人吧。但我现在觉得，这不就是精神胜利法吗？就啥都没有，但是贼有态度。因为你现在想要过得好，你要么就有关系，要么就有钱。但我就是2样都没有，空有一身正气，但是嘴硬。我没钱，也没关系，都没事儿。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们，我是翔宇。大家好，我是唐湘玉。稍微有点缺氧了，太刺激了！今年确实是我没想到，我居然一上来就挑战大魔王。我本来还以为我会是大魔王。没事啊，能跟咱们珠心算神童打一场。我也算是走起来了嘛，哈哈。确实啊，我今年有很多新的尝试。过年的时候，我还登上了山东春晚，你们的反应特别好。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回去贴脸开大的，结果播出来都说我被招安了。平常吐槽这不好那不好，一回去谁不说俺家乡好？上春晚我家里特别重视，我爸说这是荣誉，必须去。去之前给我下了死命令，不许说山东不好。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山东不好，我一直说的是咱家不好。我爸说哦那行，他还是不放心啊，非要跟我一起去，带我爸妈一块儿去的。一到后台，
我爸就开始到处搜索，到处社交，给人家发言。节目组也很照顾我啊，为了给我面子，我上之前让全场大喊了10几遍“唐香玉，唐香玉，唐香玉”。啊，不用，啊，就这么尴尬。一个搬道具的大叔从旁边走过去，说：“谁是唐香玉？他还不来呢。”我说：“刚刚是谁给你发的言呀？”他说：“啊，那个老头就是唐香玉啊。”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我更紧张了。我一上台就开始打嗝，平均3句打1个。观众说讲的啥没记住，节奏是真好啊。录完我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了。村长听说我回来了，来我家想要一些签名照。谁会随身带着签名照？我。但我在路上就已经发完了。年底照相馆也不开，去打印店印了一些纸的。跟寻人启事一样，我盒子走起来了，我都走丢了。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还记得吧？啊，一度成为了我的舒适区。今年讲不了了，没有人催了。我的家人们对我异常尊重，尊重的像家人一样。尊重到毫无素材，我都得引导。我大娘问我啊20几了，我说31了。她说啊31了，我心想快说我快说我。她说31，好。我说好在哪儿？他说好像要吃饭了，就死活不往下说了，小嘴巴就这么闭起来了。好不容易有人提到了婚姻问题，我赶紧打开备忘录开始记。我3姨疯狂使眼色，别说这个，别说这个，他嫌你。就好像我打开的不是备忘录，是生死簿。我现在不光克夫，也克亲戚了。可怜我3姨，一个开朗的媒婆，变成了回避型人格。一上午一无所获，这可咋整？家庭事业我还平衡不了了，家庭平静了，事业瓶颈了。我悄悄问我爸，我说怎么今年大家说话都不难听了？我爸说，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谁说话最难听了。很多亲戚他是刷短视频看的我，短视频剪得稀碎，有些连梗都剪掉了，只留着我骂人的部分。所以有些亲戚他不知道我是在说脱口秀，单纯以为我疯了。我也没想到我一发疯，大家都正常了。吃饭之前，我大爷就我们家族现在权力最高的人，亲自过来问我：“你上哪一桌？”当天有2桌嘛，男人1桌，女人小孩1桌啊。说你随便挑，菜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我咋这么不相信呢？我去看了一下，哎，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了，但还是让我发现了一个纰漏，就是女的这一桌少了一盘蚂蚱。蚂蚱在冬天可是很稀罕的东西啊，唯一的野生动物。凭什么我们没有？哦，说是怕我们不敢吃。是哦，你说蚂蚱多吓人呀！买回来我亲手烫死的。翅膀我大娘剪的，最后我妈亲手炸的，好可怕呀！我们
只敢做不敢吃啊。所有人面面相觑，他好像是真疯了啊。我们这桌也有劝我的，说那是人老爷们下酒的，你抢啥呀？别耽误人家喝酒，喝酒着什么急的？耽误啥呀？耽误我们洗碗吗？最后说不行，我上他们那一桌吧。我说也可以，但你们不要抽烟，不要提想当年，也不要把酒洒在菜里面。他们说，还是把蚂蚱给你吧。所以今年呢也没啥啊，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吃上了蚂蚱。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蚂蚱再小也是肉。好，谢谢大家，谢谢。我叫岳云鹏，谢谢。哎呀，说脱口秀，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涉足这个脱口秀，其实第一次讲脱口秀，心里很抗拒，很害怕，就怕讲不好，大家不笑怎么办？万一大林回去跟他爸说一声，后果不堪设想。各位，后来我一想，还好，大林跟他爸走动的少。这2年不光是我们单位来了好几个，来到这个舞台上，像这个大林、阎鹤祥，去年的朱鹤松，今年我徒弟尚小菊也来了。虽然成绩不好，没关系啊，没关系。很多人都来到这个舞台上，其实还不够。喜丹这个舞台多好，我师傅最好也努力，来到这个舞台上，争取去到香港。去见见周星驰，谁不想见喜剧之王啊？周星驰也想见喜剧之王啊！能让我来这儿啊，特别好，我很高兴。这个节目我看了，这个舞台上出了好几个人物啊，付航老师，哎呦，小付。付航老师啊，这个当过保安，南瓜送过外卖，我比他们这个起点稍微要高一点。20年前，在我18、19岁的时候，就有100来人吃饭指着我，真的，必须指着我，服务员点菜。后来经过一位老先生介绍。说让我去德云社学相声，那我就去吧，不能驳人家面子。我第一次去德云社的时候特别的冷清，我一进门发现台上2个演员，台下1个观众。好死不死，我坐在了那个观众的旁边，那观众看见我，2眼放光。你来了，你帮我听一会儿，我上个厕所。我心想，这还不让上厕所吗？那我就听呗，就坐那儿听。我越听越没意思，越听越没意思，我就要走，扭头要走。我师傅把我拦住了，孩子啊，留下吧，留下吧。我说老师，您这儿也不缺演员呐，我们这儿缺观众啊，你留下吧。哎，那我就留下吧，反正我也想学一门手艺。刚开始的时候，咱也说不了相声，也没有什么经验，我就在后台啊负责。给他们点菜，回到了我老本行，老本行。我白天呢给他们端茶倒水，晚上伺候大林，这就是我的工作。那会儿他们都不喊我岳哥，喊我岳嫂。哎呀，我们公司后来就发展得很好，飞黄腾达，也赚钱了。很多老员工呢都有这个股份，我就找我师傅去了。我说师傅，你看人家都有股份，我当月嫂也好几年了，对吧？上台也好几年了，我师傅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孩子，我能亏待你吗？我待你就像我亲儿子一样。我明白了，没有，是不是没有？
有。你有是吗？因为我是真亲儿子呀。谢谢，行吧，一步步走到今天，我觉得很幸运，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很幸运，出演了一部电视剧叫《长安的荔枝》，大伙儿看了吗？我在里面演了一个左右逢源的一个陪酒侍郎，就像一个狗腿子，底下有评论说本色出演，其实不是。各位，我生活中不是那样的人，真的。在我们后台，我师傅，比如说我师傅咳嗽一声，好多师兄弟们，哟，师傅您怎么了？不舒服吗？我去给您买药，您休息一会儿。我做不到，真的，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让我师傅咳嗽。但是这个角色呢，也有符合我本色的这个部分。角色刚开始呢，设定的是一个大帅哥。真的，我开始也很担心，我说导演这个大帅哥我能演吗？我行吗？导演说实不相瞒，月月这个角色是按照易烊千玺来设定的，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故事背景在唐朝，各位，唐朝以胖为美，在唐朝我就是千玺。最近呢，又有一个新计划，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我要开演唱会了。消息一公布呢，网上骂声一片，骂得非常难听，难听到比我那次上春晚还难听。有的朋友说：“岳云鹏有歌吗？五环之歌唱一宿吗？”特别是这个票价一公布，很多人坐不住了。我说相声最高票价是1600，演唱会最高票价1500，票价一公布，孙越第一个给我发的信息，写的是岳云鹏，我就值100吗？行吧，开演唱会这件事呢，2年前我都不敢想，但是我实现了。不过呢，我也不会骄傲。接下来我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拿到影帝。人总要有梦想，因为我那个书柜呢，有一格是留给金鸡奖的，可以吧？有这个梦想可以吧？可以。还有一格留给百花奖，还有一格留给奥斯卡奖。我那个书柜就没有装过书，我就等着装杯呢。这期的主题呢是这个世界谁懂？没人懂，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各位选手要充满信心。当你们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要告诉自己，岳云鹏都能开演唱会了，我拿个冠军算什么？谢谢大家，我是岳云鹏，谢谢。嘿，大家好，我是梁岩。哎呦，谢谢大家啊，又来了。这个上一轮你们没在，上一轮啊比得不好，差点淘汰。下来呢，导演就拉着聊天说那个。想一想初心啊，想一想为什么上这个节目。我说我还是希望能尽快的让大家看到，然后他们这轮让我开场。啊，理解的不对，但是落实的快啊。哎，确实就是这样。你看去年其实就来过了，上了一次节目，这人就有虚荣心。我现在走的路上啊，老希望大家认识，就总希望你能认出我。现在偶尔你看在跟朋友出去吃饭啊，人家说说咱订一包间，我说别，就坐大厅，还坐包间，我都想坐菜单上。但是有的时候啊，你被人认出来也挺尴尬的。我前几天在北京啊，在雍和宫烧香，我这一个头磕到地上站起来啊，旁边一哥们儿，哟，梁岩，我说我天，这么灵吗？我们俩都很高兴啊。大哥说来，咱仨合个影。啊，我说还有谁啊？我、他、弥勒佛。哎呦，我说这可不行啊！我说人这里边有规定，怎么也不能在这个跟佛祖面前合影啊，对佛祖不尊敬啊。大哥说，哎呦，你还信这个？我说我先信一轮试试。
最近这不是比赛吗？经常来上海。我这次坐动车来上海，赶上一个叫静音车厢，赶上过吗？很少啊。我上了车我就观察呀，它一样的车厢，一样的票价，一样的乘客，我说这玩意儿怎么静音啊？不会一会儿开起来上来一乘务员就把这个音量关到最小啊？不会吧？我就在想，它有什么人工智能的手段啊？开起来就它静音。我一边盘核桃一边想，就过来一个乘务员，指一指我这核桃，嘘，我的天，乘务员静音啊，没有智能，纯人工。我说这不就给考场安排监考老师吗？但是我还是把盒子收起来了，因为我怕一会儿老师给我换动作了。尊重老师啊！这个所谓的静音车厢，就是会有这么一个专职乘务员嘘大家，就他这个嘘还是个刚需。刚嘘完我继续往后走，走了没2步啊，又回来了，跟我这个过道隔壁大哥继续比划。但是人家那大哥呢也不打电话，也没有外放，人也不玩核桃，唯一呢就是跟我一样也是一胖子，确实啊喘气儿有点粗。我的天！我说他拦着人什么？他不会拦着大哥喘气儿吧？啊，嘘，4个色就到啊，忍一忍。太奇怪了，是不是？而更奇怪的，你看16节车厢啊，就1节静音。我说干嘛就一个乘务员会嘘啊？你多培养几个呗。我就在想，你说这个安静，它到底是个普遍需求还是一个特殊需求？如果说是普遍需求，我们大家都希望安静一点，你就弄一个，那你不应该弄一噪音车厢吗？是吧？所有打电话的、外放的、passion 都关这里。在这个车厢里，你就不能安静，你安静就会有乘务员过来说你干嘛呢？燥起来啊！整节车厢啊，就你们俩最安静。大家也能想象，就是靠这个静音啊，它肯定不管用，对吧？它要说管用，它顶多就是对有一点道德要求的成年人管用。小孩就完全不管，因为每次乘务员跟他嘘的时候，小孩就跑过去了，他得追着小孩一直嘘，嘘，一直嘘，小孩就上厕所了，从厕所出来接着跑。哎呦，小孩真能跑！就他在车厢里跑动的距离，要是折算到铁轨上，他能比我早到半个小时。我说咱孩子有这特长，还买什么火车票啊？那早点出来就跑吧，是吧？乘务员呢很无奈。当然，他绝对不是那辆车上最无奈的乘务员，最无奈的是那个卖动车模型的。哎呦，那个太可怜了，他都不如马路边那个游泳健身了解一下。那个游泳健身真的会有人了解，但是这个动车模型啊，真的没人会动。你别说我不信，他自己都不信能卖出去。从早上一上班就对自己的工作不抱任何希望，手里拿着这个不知道哪年发的动车模型啊，就一遍一遍问啊，动车模型有需要的吗？动车模型有需要的吗？一遍问乘客，一遍问自己。这动车模型有需要。而且你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不买，你也不会拿眼神接待他，你跟他对眼神，你就离付款不远了。所以就完全没人理，我觉得很可怜。我觉得他都不是卖模型的列车员，他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他都不如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会激发你的善良，就是冬天你看到你会买，但是她你就不会，因为善良跟傻还是有区别。你知道你买了那个钱也不是他的，你买了他也不能早下班，对吧？你不可能说这车到上海，他把这仨卖完了，南京下车了。哎呦，我看着他就一遍一遍念着自己那个词儿，完全没有人理，大家都在玩手机，我都跟他共情了。我说这不昨天开放麦冷场的我吗？哎呦，但是其实我也能理解，这就像一部分人的工作，对吧？你没有太多的这个自由发挥的空间，领导就安排的就这活儿，那怎么办呀？硬着头皮干呗，对吧？坚定信心，文本应该没问题。文本要是没问题，那就是观众的问题。2等座观众不行。
再往前一等座再试试，一等座还不行。你听一等座的人打电话呀，你感觉他都不用买模型，他能直接买动车。再往前就更难了，再往前静音车厢了。动车模型有需要的吗？嘘，谢谢大家，我是梁岩。大家好，我是小贾。梁岩讲高铁，我来讲讲飞机。我前段时间坐飞机遇到一件事，就有个坐在应急出口的大姐，她要跟我换位置，我是没问题，但我曾经办值机的时候被拒绝过，所以我很礼貌的问那个空姐，我说，那个她让我坐在那里，可以吗？那个空姐说你先坐下，然后转头跟大姐说，你能不能再找找别人啊？大姐说为什么不能找他？空姐就上前去，在大姐耳边说悄悄话，我就看着两个人当着我的面议论我。讲完之后，那个大姐说：“哦，不好意思啊，小伙子，我不知道你有病。”过了一会儿，空姐也来道歉，说：“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他嗓门这么大。”我真的很委屈，我被拒绝很多次，坐在那个应急出口。我那天下了飞机，我就去查了飞机应急出口的旅客要求，有3点，朋友们。第一点呢是18到65周岁，这个我满足对吧？第二点叫智力健全，我应该不是因为这个被拒绝的吧？难道是我问的时候太傻了？我说，第3点叫做四肢健全灵活。朋友们，问题来了，如何定义灵活？我只是看起来没那么灵活而已。我也健身，我也有力气拉那个门，只不过拉得比较丑而已。但飞机要是真的出事啊，任何人都是想活吧，没有人说我要活得漂亮。那个百度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飞机的应急出口是整架飞机逃生最快的位置。朋友们，这是个悖论，逃生最快的位置只留给所谓健全灵活的人。那我这种人怎么办？在远处等死吗？哎，平时老是说什么老弱病残先走，没想到这个走是真的走啊！关键应急出口的那些人都不认真听，空姐在演示那个门怎么啦？所有人都是，哦，哦。你就感觉他们行为在说，只要今天老子在这里，谁都别想活着走出去。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觉得飞机的应急出口就应该给不健全的人坐，越不健全越好。然后飞机广播就这样说的：女士们、先生们，今天飞机一共分为前后2个应急出口，一共坐了12个残障人士。下面是应急出口视频演示，所有人都会认真听。求生欲拉完，那12个人足足有22只手。当这12个人坐在应急出口，就所有人都想要个出口。当然，我也不能有一面之词，我其实享有很多特权，比如每次到机场办值机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会问我：“你是一个人坐飞机吗？”我很怕他下一句接一个：“那爸爸妈妈呢？”幸好没有，他只是在我行李箱上贴了个爱心优先行李的标签。有人见过吗？没有吧？只有我有。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标签可以干嘛？就是当你飞机落地之后呢，你的行李箱会除了头等舱行李之外，第一个走出来。羡慕吧？但这也是个悖论，行李箱出来了。我还没出来，就这么点爱心全给行李箱啊！这个世界谁懂啊？行李箱懂。我有时候我都羡慕那个行李箱，真的，我很想把那个标签贴在我脸上。我从那个行李箱受带里出来，真的，我不愿意去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包括每次到机场排队过安检，我都是正常排队的，除非人太多。我前几天从北京飞上海，整个首都机场都是人。我一看那个爱心通道，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和一个妈妈，我就心动了。其实我主动走过去应该也没问题，对吧？但我这个人特别扭捏，我想被请过去。我就在那个工作人员面前走啊走，走啊走，他都没理我。我没想到有一天我健康成这样，然后我就越走越严重。他看到我了，他说：“哎，过去吧。”朋友们，还没有结束，这种东西呢，做戏要做全套。我从进安检到出安检，全程表现得很严重。他说我包里有个充电宝，让我拿出来，我已经看到他脸上的愧疚了。我感觉是不是3C 认证已经不重要了？我反正是个好人认证啊，然后过完安检，我立马就正常了，给他吓一跳。我说你别怕，我这个病就是一阵一阵的。很莫名其妙，对不对？但这个世界就是很难懂啊！你想想，应急出口不让做，然后优先行李最后拿，我觉得就好像我的病是一阵一阵的，有的人给的爱心也是一阵一阵的。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又来录节目了，非常开心。更开心的是，我前段时间去演出。有人在我演完之后表白了，不是跟我啊，你怎么还松了一口气啊？就是我上场前有个男观众来问能不能加一下这个环节，他有个喜欢的人，我说我都行，但你得想好，我的内容可能不利于表白。我有点冒犯，就多少会吐槽一下男生嘛。他说没事儿，他不一样。他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他一样。那天我刚讲完，他就窜上来了，让全场给到掌声和尖叫。那个架势都不是 carry 全场，是 Mary 全场。把女孩也叫上来了，但人家还没说愿不愿意呢，就有人起哄，亲一个，亲一个。当时场面就僵住了。我讲了1个多小时，还不如这一句冒犯呢。我看女孩特别尴尬，我又看男孩下不来台，他就不下台。情急之下，我说那要不你亲我一个，不就是多一张嘴的事儿吗？就当我大义灭亲了。不行就亲那个起哄的，他肯定愿意呀。我看他快惨死了。对吧？跟谁过不是过呀？哎呀，磕死我啦！我已经5年没有亲过嘴了，说出来又如何？谢谢你的同情。
我一个。全是同情分啊，今天很感谢。但这一段播出之后啊，我不希望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可以亲我啥的，也不要发你的嘴。我要的不是这个，也不要发别的啊。说不清了，说不清了，就是不用同情我，我也谈过恋爱的，有喜欢的我也会追，但是我追上了，我又想超过他，很容易就超过了。研二的暑假，我前男友说他要去学车，没时间陪我了，我说那我也一块去学呗。他说你不行，你没有方向感，你不用学，以后老公拉着你。啊，谁还会用拉这个词？好 low 呀！你学的是拖拉机吗？以后是啥时候？你科目2挂2次了，以后在这个驾校里拉着我吗？你许我朝朝暮暮，我陪你陡坡起步。到科目3更不得了了，晚上打电话就是给我讲发动机、仪表盘。那段时间我舍友都以为我谈了个飞行员。我本来我就严重的晕车，听不了这些，听都很想吐。可把我前男友担心坏了，担心我以后吐他车上，说以后坐他的车我得空腹，我就知道跟着他得饿肚子啊。我可饿不了啊！开学回去我就偷偷报了驾校。哎，我惊喜的发现啊，开车是不晕的，那刹车油门你自己掌握你就不晕了。10码的推背感，是一种空前的成就感。太快乐了，快用 vivo S30给我拍下来，快乐你就 vivo Live。我做到了，我的人生不再设限了。教练说你压线了。哎，这手机是好啊，都抓拍到了，还能把我拍得这么好看，真的太努力了。为了比我前男友早考出来，那学期的选修课我都不上了，赢才是我的必修课。我啪甩出驾照的那一刻，他当时瞳孔都扩散了。啊，超过我了！我说嗨，一脚油的事儿。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别人谈恋爱是宝宝，我要跟你幸福，我是宝宝，你服还是不服？其实他对我呢，咱们说也算是真不错啊。平常出去约会啊，他都说你啥都不用管。老公安排，安排就是骑电瓶车拉着我去吃个鸡公煲。为啥骑电瓶车呢？因为他科目3也挂了。哦，我说那要不我来骑吧，前面有挡风还能暖和一点。他说你不行，你没有方向感。啊，我都有驾照了，我没有方向感。是，我是没有方向感，你这个车都没有方向盘呀。那啥时候会让我骑呢？就是他出去喝酒，跟兄弟们就喝大了的时候，我去代驾。去2次就不太想去了，每次都喝到后半夜聊一宿，一个梗都没有，我就会忍不住接梗，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开放麦模型。我一接就炸，哐哐炸场，一顿饭下来我专场都有了。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啊。但回来路上，前男友很不高兴了，连我的腰都不搂了，倔强的撑着车架子。他说：“你乖乖的坐着听不行吗？那是你的场合吗？拍你好几下了，让你少说话。”我说：“你早说呀，我寻思我讲得好，你给我拍灯呢。”这才是拍灯啊！很快我就提分手了，他很难过，说从外形啊各种表现来看，满分10分，他朋友们给我打了5分，但他依然很爱我。我说你要真的很爱我，你就不会跟我说这个，因为我朋友们给你打了不及格，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我也是真不错，随便一表现就得了5分，怪不得后来我的专场在豆瓣9.5分。说出来太爽了。这些年吧，男人没留下，留下了一身本事，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感谢信吧。
最近又想长本事了。正好有一个恋综联系我，但同时也想联系我的前男友，是那种在前任上的恋综，前任看着我谈恋爱，这也太刺激了。我想去，好久没骑电瓶车了。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邀请函吧。你在看吗？想火吗？驾照考出来了吗？啊，虽然做不成情侣，咱们做同事也可以啊。姐拉着你，到时候你也是啥也不用管，你就乖乖的，你少说话就行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叫唐香玉。之前参加了脱口秀节目，当时我还是我们村里第1位女硕士。节目播出之后，现在是村里第1位女艺人。我们家族连夜修改了家谱，以前给我写的就是唐氏4子长女，连个名字都没有。现在给我改成唐氏4子长女相遇（括号上过脱口秀节目）。还说以后我每上一个节目就再给我加一个括号。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将来很可能给我单独建一个祠堂。去相亲也有优势了，人家说我有车，我有房，我说我有个祠堂。家里还是在催我找对象，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连我弟都快结婚了。我爸愁坏了，他说你到底结不结？你不结，你弟还得结。我说他又不是跟我结，这都得赔一个吗？我现在还不想结，我妈说我知道你不想结，但你先结。问题是我跟谁结？她急了，你先别管跟谁结，你先结。我已经听不懂了。都说现在婚姻自由，没想到这么自由哈！这玩意儿都能预售了吗？到时候去民政局登记，人问我男方呢，我说你先别管，你先下单。30个工作日肯定发货。家里很怕我将来没有人要，从小就给我预设了一个婆家。4、5岁的时候就跟我说，你不叠被子，以后婆家笑话；不会包饺子，婆家笑话。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婆家好像不是啥好地方。我从幼儿园就开始恐婚了。那时候你要跟我说狼来了，我一点都不害怕。你要是说婆婆来了啊，那我就想从学校里逃学，也得回家叠被子，一边叠被子一边包饺子。不光父母催啊，有亲戚们也来操心。有个大娘，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忘了，却还记得我的年龄。30了哈，可留不得了。我吓一跳，是要除掉我吗？他说再不找，就真的没有人要了。我说那你就除掉我吧。还有人来提醒我，你弟的媳妇儿将来进了门，以后你就是外人了，你知道吧？我只知道嫁出去了是外人，怎么嫁不出去也是外人？我到底是哪里人？里外不是人。他们的意思是家里的房子要给我弟，以后我回去可能都没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弟一听就急了，凭什么呀？不是说给我买个新房子吗？他们把这个矛头转向了我表妹。你姐姐已经魔怔了，你要是不赶紧成家，以后就跟她一样，到处漂泊，没有人管。我表妹都要哭了，还有这种好事啊？
现在她当场发誓要成为村里第2位女硕士。啊，生育率没帮上忙，升学率我带起来了。我说表妹，你千万别害怕，没有家不要紧，咱还有个祠堂呢。你也别叫我表姐了，叫我堂姐。我不是不想结婚，只是还没遇到合适的。就像现在，我也没想出合适的结尾，但我决定听我妈的，不管了，我先结。好，谢谢大家，我是唐钰，谢谢。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哇，总决赛就是刺激啊！这家伙把我搞得跟飞行嘉宾似的。我们节目也播了好几期了。前几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现在镇上、县里、市里都在找我。我一下就慌了，这是要通缉我。我没提家乡名字呀。他说你得提呀，你这不是白宣传了？我说我没宣传呀。你要不要看一下节目？我一句好话没说。家丑过养也可以叫宣传吗？高情商这一块还得是山东人哈。跟我说还要来采访他，怎么教育的？我说有没有可能人家说的是你怎么教育的？是不是太自信了？就好比哪吒闹了海，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打上门了，李靖说我不接受采访，海鲜也拿回去，根本听不进去，已经飘了整个人。当天就把自己的微信名从天道酬勤改成了湘玉爸爸。我说怎么着，爸爸，你不想努力了？反正家里觉得能上电视那就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得惹多大事才能上电视？我爸都让亲戚来我家看电视，看我比赛的视频，人看了半天说：“哎，这不都是骂你的吗？”他说：“没有啊，这不也有骂你们的吗？”我还挺担心他们看到的，我妈也很担心，担心看到我火了，亲戚来借钱。我说咱先把借亲戚的钱还上，行不行啊？我们家族这一次也是异常的重视，拿出了最高礼仪。按照之前的约定，说每上一个节目，家谱上就给我加一个括号。今年在我名字那一行，加上了喜剧之王。周星驰老师做梦都想不到，这辈子能上我们家家谱。我自己这边啊，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反馈。每一期播出，都有一些男网友给我发私信，要娶我。为什么？我明明讲的是不要催婚，怎么就成了征婚？是咋理解的呢？就女生说不要就是要。他不会以为我在欲擒故纵吧？这都啥年代了？女生说不要那就是不要啊！不要不给我投票啊！啊，现在就投，我不要男票，我要票。当然了呢，也有那种很真诚的人啊，他说很喜欢你，但感觉驾驭不了你。听听这个用词，驾驭，我还以为离开职场我就不是牛马了呢，没想到到处是牛仔啊。类似的还有什么？好怕降不住你，你还怕降不住我，我都没怕克不死你呢。就关键这些私信，我每次都点开，因为它开头写的很官方，什么唐女士您好，何时有空啥的，我以为是商务，没想到是家务。我好好给你演出，你想一出是一出。我做错什么了要当我老公？也不是不能商量哈，主要这关系发酵的太快了，一下子太甜我也接受不了，我还是喜欢自然一点，慢慢来，微微发酵就挺好。就像统一无糖春福绿茶，里面的绿茶创新采用微发酵工艺，带来温润自然茶香，真的是恰到好处。这个商务也是恰到好处，真的爱我你就给我商务，
钱在哪，爱就在哪。但是呢，我说实话哈，真的要说真的，我承认我也驾驭不了男人。你看我这么能，我也驾驭不了男人。你别说驾驭了，我有时候都理解不了他们。就前段时间流感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很暖心的热搜，说老公误把酵母粉当感冒药给老婆喝。酵母粉是想把老婆也微微发酵吗？是怎么做到的呢？就黑灯都干不出这种事儿啊！有些评论更加的迷惑，说：“哎，算了算了，我老公也这样，我老公还给我喝过期的呢，这怎么还卷起来了？笨蛋老公爱上我。”更有甚者说：“习惯就好，大猪蹄子常规操作。”我最不理解“大猪蹄子”这个词，明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糯唧唧呢？猪蹄子可没惹。不要丑化猪蹄子，人家没有这个猪脑子。但我不敢想象这个事儿如果是女人干出来的，评论区得是什么样？那可能不是大猪蹄子，那得是小金莲子。大郎，起来喝酵母粉了。咱们家做炊饼的，这玩意儿管够，多喝点儿。这么多年你也该发起来了。好像再离谱的行为啊，放在男人身上就容易被原谅，甚至有点可爱。但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这是一种歧视，我觉得对哥哥们很不公平。我心疼哥哥，这就是在害哥哥，还常规操作。你不说他，万一他给自己喝，喝成了教父；万一他给领导喝，被领导捶得糯唧唧。你不心疼，我心疼。怎么办呀？这一期又表现得这么善解人意。播出之后又会有一大批人爱上我，但我真的求求了，不要再给我发私信了。我现在事业上升期，没有时间驾驭你们，牛仔很忙的。谢谢，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啊，这一轮是挑战赛，我特别害怕。朋友给我想办法，说你那到时候你就放狠话，谁敢挑战你，你就嫁给他。我说那不都得站起来啊？我还不知道他们爱江山更爱美人。我想好了，我也不紧张了。反正今天要么晋级，要么办婚礼。肯定都是喜事儿。大喜的日子里，咱们聊一聊父母。哇，好顺呀！我经常在段子里吐槽父母，我也问过，你们会介意吗？我爸妈很实在啊，说家里也没啥能给你的，就给你点素材吧。吐槽归吐槽，孝心还是有的。我把这些素材写成段子，变了线，就给他们买点东西。我们已经有默契了。去年我给家里买了一个高档按摩椅，我妈妈吓坏了。你又把我骂成啥样了啊？用了几天之后，我爸说这个椅子哪儿都好，就是总感觉在戳他的脊梁骨。去相亲，经常遇到很孝顺的人，说希望我能把他的父母当成我自己的父母。我说你确定吗？你父母的脊梁骨受得了吗？家里也不图我什么，这些年对我就2个心愿：一，考个公务员；二，找个公务员。排名不分先后。但我至今都没有做到。我爸爸的眼睛里现在已经没有光了。他说走在路上都感觉人家在笑话他。我很想知道这个人家到底是谁家，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肯放过我爸爸？其实，在我们村里啊，最大的不孝就像我这样，30了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找对象。我现在回去都不敢多逗留，
往村口一站，那就是顶流，就是舆论的漩涡。什么单身狗已经是好听的了，据说我现在已经离过2次婚了。更离谱的是，因为我跟黑灯关系好，说我跟一个盲人在一起了，眼神不好才看上我。黑灯下的火速澄清，我没有看上你，我都没有看见你。我妈说不行，得回来，得亲自打破这些谣言。我就回老家跟着吃了一个席。哇，那个席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审判我，那都不能叫开席，那叫开庭啊。他们那个眼神啊，就是你怎么敢的呀？你怎么敢活得这么爽？有个大爷话都说不利索了，还要坚持当审判长。他说我现在20、30潇洒，40、50肯定后悔，70、80老了瘫了没人管，几句话概括了我一生呀。我说大爷，你保重身体吧，等我到了70、80，你来管我。他说我哪能管那么远？我说但你管得快呀。回村没有治好我的精神内耗，治好了乡亲们的精神内耗。以前大家说我学习好，现在说学习好有什么用啊？以前说我考出去了，现在说考出去也嫁不出去，这还是村民吗？这不是预言家吗？那个席上大家对我的评价就分成了2派啊，一派叫读书读傻了，另一派叫读书读野了。别人是又蠢又愚，我是又傻又野，怎么听都不像好话呀。那还好没读博士，要不然就是傻野博士。我说我做不到，让大家都认可我。他们说那你是怎么做到让大家都不认可你的？这时我妈坐不住了，哦，她都怼了我好几下，说你赶紧闭嘴吧，我还要在这个村里混呢。就开始道歉，说我不懂事儿，非常好。别人说我的时候，他唯唯诺诺；我说别人的时候，他重拳出击。我妈就赶紧转移话题，让大家都给我介绍对象，生辰八字都准备好了。这个席突然变成了我的订婚宴，我又被包围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只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黑灯啊。我就给他们看了王嘉尔的照片。我3姨眼睛一下就亮了，说：“哎呦，这么帅啊，这小伙子哈，这不是王嘉尔吗？他眼神也不好了。”星星，你眼神最好。我知道大家都是关心我，想让我早点遇到那个对的人嘛。我也希望这个人你赶紧出现吧，要不然等我火了，咱俩就对不上了。好，谢谢，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啊！我也不敢演线下剧了，现在。那张照片不会突然出现吧？特别压力特别大，最近因为一直在比赛嘛，我确实还是压力挺大的。我就去刷我上一季的高光时刻，解压，压力更大了。因为有一条视频点赞特别高，但热评第1，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有人放了一张我的丑照。没有比杨哥那张好多少。说他其实长这样，好多人帮我说话怼他，那咋了？关你啥事啊？人好笑不就行了吗？好像没有安慰到我什么呀。但我好好打扮一下吧，也有人不满意，说忘本了，好看了不好笑了。咋了？是粉底把笑点盖住了吗？他说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业务能力，不然你再打扮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美女。我仔细想了一下，未尝不可呀。这有啥不满足的呢？以后再说我先叫我小美女唐湘玉，你个小美女。没有，我没有这么洒脱。谁能保证可以一直好笑呢？我肯定会越来越美的呀。我觉得不行，得找找别的出路了。
我就想办法去报名了今年的浪姐。哦，啥呀？我又没去。啥呀？去面试了啊，面得非常好，表演了一段唱跳。导演说我太好笑了，又问我还有什么优势，我说我愿意照顾别人，情绪稳定，情商高。侯佩岑你们知道吧？男生伯仲啊。当时气氛也特别好，我出来他们还在笑，我就知道稳了，炸场了吗？这不是？开开心心回来等通知。为了这个，我一场演出都没有接，专心准备出舞台。准备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和南瓜的定情曲。哦，这是我的暖宝宝，不是卫生巾啊。是卫生巾又怎么样？拿在手里了啊，南瓜不要担心我，我能挺住，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哎，南瓜当时还说呢，说哎最近咋没见到你呀？我心想你以后更见不到我了，我要去浪了，漂洋过海来看我吧。相当膨胀，甚至爱奇艺咱们节目第2季，人来问我的时候，我还说那个先等一等吧，我最近喜欢吃芒果。猕猴桃再说吧。直到有一天，我刷到了一个营销号，我有点坐不住了。他说唐湘玉已经和浪姐第6季签了1轮游合同。谁会签这种合同？底下3条评论：啥时候播呀？还有谁呀？以及唐湘玉凭什么1轮游？我用小号发的。这也太瞧不起人了，我必须得争口气。我花了4000块钱，专门请了一个舞蹈老师，好好学了一段，把视频发到网上。网友的评论很抽象，说我跳舞有口音。跳舞怎么有口音啊？俺是山东的。山东淄博的，说我的那个魏舞跳出了山东人的铮铮铁骨。当然了，也有夸我多才多艺的，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手语。我不语，只一位魏舞。老师说你找一面墙，用胸腹胯依次去顶它，你就学会了。我做了几个，怎么说呢？快爬上去了，不是魏武是壁虎。你说这可怎么办呀？肯定选不上了。老师说选上了可怎么办呀？不会还找我吧？啊？你这边笑的也太过分了，纯嘲笑呀！我只能安慰自己啊，我说哎，就算咱这方面确实是有不足。但万一呢？万一人家就是需要一个废物，成长线才好看嘛？那谁想看那种上来就唱得好、跳得好的呀？你想看吗？想。小点声吧，小点声吧啊！别再说话了啊！一直忐忑的等到了大年初8，我刷到了路透，人家已经开始录了，都快1公了，我还在村里吃席呢。1轮游不是得去吗？但我的判断也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佩岑姐选上了。心里很失落的还是就好想被人坚定的选择呀。我想了想，我很少被坚定的选择。我大学的时候去找兼职，有一个做礼仪的活，我很好心，我还叫上我2个舍友一起去。那个中介看了看我们仨，跟我说他俩留下，你可以先回去了。我舍友都懵了，怎么你也是中介呀？啊！
我想起小学的时候选秧歌队，选上了的站前边扭正经的，选不上的也不是不正经啊，就跟在后边搞气氛，演师徒四人虾兵蟹将啥的。我是最棒的，我演一个棒，就是花甲，就嘎啦嘎啦嘎啦啊嘎啦，啊，那秧歌让我扭的真鲜呀，都有点下酒了。都是一些没有选上的一些很丢脸的回忆，但是我使劲往下想，我又想起了后面的故事。那个梨的活，最后我没走，我争取留下当了观众，给人鼓掌，还挣了50块钱。那个让我演嘎了啊，我也好好演了，我背着壳扭一晚上，我都累瘫了。大家说快看那个嘎了，好像快嘎了。选不上是很丢脸，但脸又算什么呢？你捡起来继续冲就是了。所以我赶紧联系了爱奇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还是猕猴桃有营养啊！因为泰戈尔也说过，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喜剧之王》单口季。多好呀，至少游到第2轮了。我就是这样，有一点希望我都不会放弃，我就是要挣扎，风浪再大我也要威武一下。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美呀，好美，好美。我好美是吗？那你养我呀？啊，怎么场子突然变得这么的有点悲伤啊？没有关系，我这一篇是纯骂人，没有任何意义啊。大家好，我叫唐香玉。我平常的工作除了说脱口秀，也做短视频。短视频呢，经常会遇到一些争议。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吐槽了宝宝碗。宝宝碗在网上还挺火的，大家知道吧？知道。啊，就是有一些情侣吃饭，2人点1碗，男朋友拿个小碗给女朋友分出1口，有的还炫耀，说没有被偏爱过的女生不会懂。谁没有男朋友做的宝宝碗，谁就是没人疼。啊，这太好笑了！我就发视频吐槽了这个事儿，谈个恋爱的还吃不上饭了呢。结果在网上被骂了整整2天，说我见不得别人幸福，缺爱，心理变态。更离谱的是骂我寡妇，长得克夫。我说我咋找不到老公呢？哦，已经被我克死了呀！还艾特男朋友来骂，骂贼难听。我说你再骂，我就克你了。我不光克我自己的夫，我还克别人的夫，我人尽克夫。再加上营销号的各种搬运啊，这个事就闹大了。当天微博热搜迅速冲到第8，力压马斯克。老外我照样克。啊，来的都是客。热度越来越高，删了也没有用，删了又跑到我其他视频里去骂，株连9个视频。就在我实在受不了，准备要退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啊！转折点来了啊！我的偶像王嘉尔官宣了国内巡回演唱会，咔咔几个热搜，直接把我顶下来了。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了，我根本不是没人疼。没有被偏爱过的人不会懂。听出来了吗？我已经疯了，跟人家有啥关系呢？但一个普通人热搜上挂一天，就很难不疯啊。我啥也不敢发了，这个活风险太大了。我突然觉得吃男人给的饭也没啥不好的，我也找个人养我吧，谁找不到呢？我连夜注册了一堆社交软件，专门匹配厉害的，啊，最起码得是男硕士，全日制的啊。我的最爱，筛选出很多，有联合国什么项目的大使，福布斯青年领袖，还有探险家，哇，探险家。上一次看到这个 title 还是哥伦布，
我很俏皮的给他发了个语音，我说最近有没有发现新大陆？他说他喜欢玲娜贝尔，不喜欢星黛露。这样的口音条件，我俩还聊了3天。第3天，他就想来我家探险，我都不知道我家有危险。我说那你能不能救救我？我把热搜发给他，他说对不起打扰了，你别挂我可以吗？只有一个弟弟没有退缩啊，还得是年轻人啊。他是一个00后，比我小7岁。啊，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坏。弟弟虽然年纪不大，但特别 man， 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男子汉。我很喜欢管着我啊，跟我说话都是你给我好好休息，你给我好好吃饭，这也太霸道了。马斯克见了也得叫声总裁啊。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给我买双鞋吧。我说那我还是给你好好吃饭吧。还特别喜欢说我带你去啊，带我去迪士尼。但攻略我做的，票我买的，这个带体现在哪里呢？是带我坐了地铁吗？我会坐地铁呀，要不是你我都打车了。就甚至我朋友圈发过的旅游的照片，他转发给我说下次带你去。你们可能我发了是我去过了，我又不是偷的别人的朋友圈。行，那你带就带吧，我看你怎么带。哦，全程就给我买了1瓶水。哦，原来是小额贷啊！没有这瓶水我就渴死了呢。我说你可别再带我了，我现在都害怕，将来你走的那一天，会不会也要带我一起走？他说这就是一种说法啊，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面前，我可以永远做一个小女孩。这也太宠了吧！但现在这个小女孩要自己养小女孩。还要养你这个小男孩，好像比我当独立女性的时候还要独立啊，甚至有点为母则刚了。怎么人家找对象有颜有钱，我找对象儿女双全？他说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你发现了没有？就说我这个人嘛，性格太强势了，啊，说在我眼里看不到对他的崇拜感。男人都需要崇拜感，我说你花我的钱，我还要崇拜你，我咋不祭拜你呢？小小年纪咋爹味这么重呢？我上网还查了啊，说这种叫爹系男友，这个名字一听就有伦理问题。我这是真的，我这个还存在赡养关系，不上班我赡养你啊！终于扣题了。网上对爹系男友的评价还挺高，说是遇到这种男生会很幸福，会把女朋友宠成宝宝。我一看宝宝，那不行，那我的碗岂不成了宝宝碗？我这不是背叛了我自己吗？所以最后我说，要不咱俩还是算了吧，不是我不孝顺，实在是忠孝不能两全呀。好，大家谢谢，祝你们开心，谢谢。大家好，我叫唐香玉，今年30岁，单身，至今未婚。我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为啥对这个事儿这么大情绪呢？因为我有一个很厉害的3姨，一直盯着我的婚姻问题。我3姨什么人呢？知名媒人，乡村丘比特，在我们当地说媒几10年，所到之处狗都没有落单的。巅峰时期，给村里的老赖都说上了媳妇儿，简直是功德无了。但我一直不找对象，很影响3姨的口碑，所以他现在是个男的都先介绍给他外甥女，不管有啥毛病。太厉害了，我觉得他已经不能称之为媒人，他是猎人，狩猎范围相当广，既能给我联系到上海外企的白领，又能给我找镇上2婚养牛的。养牛挺好，2婚也可以，主要我小时候被牛顶过。
受过伤，他又长得咋说呢，跟牛魔王一模一样，长得太敬业。三姨劝我了，说你别挑长相，人条件不差。我说那是啊，将来带出去，谁不说一句你对象是真牛？他说你管这些干啥？你要是跟了他，没别的，光牛肉都吃不完。我说就没别的了，你还是说点别的吧，我没有那么爱吃牛肉呀。三姨说那毛肚吃不吃？牛大哥其实人不错，聊了不到半个月，我就学会了养牛。我打听了一下，他老婆跟他离婚之后自己干也养牛，也就是说跟他有过情感纠葛的女人，都闯进了畜牧业。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说比起婚姻，你可能更适合干培训，授人以牛也很牛。跟他比起来，白领哥的花样就多一些。我俩都在上海嘛，他一直说想约个饭，但迟迟定不下吃饭的地点。我寻思是不是怕花钱呀？那我来定也行。他说绝无此意，只想找一个能看到东方明珠的饭店。外企是讲究用东方明珠下饭。然后我们俩去了东方明珠旁边的海底捞，完全看不到东方明珠。吃着吃着，他突然说要对他父母好，他父母都没吃过海底捞，这孝心也太突然了，旁边的服务员都不敢动了。完了，我也没有服务过我的父母，当时就要买火车票回老家给父母洗脚，做美甲。我也不知道说啥，我说那咋办？那让你父母来一起吃。他说父母都在老家呢，没有来过上海，越说越伤心。最后发誓一定要带父母看一次东方明珠。眼看要哭了，我赶紧安慰他，我说这个事儿也不能怪你，主要责任在东方明珠。他在上海这么多年了，都没想过让你父母来看看。长个大高个子，一点人事儿不干啊！当天晚上就把我拉黑了，把三姨也拉黑了。三姨气坏了，说人这是孝顺，你挑啥？我说跟他在一块儿，我觉得我不孝顺。他爸妈没看过东方明珠，我爸妈还没坐过航空母舰呢，这去哪说理去？太伤人了。好不容易有一个男人愿意把心掏给我，居然是孝心。我也想跟三姨好好说话，像从前那样，但现在哦，2句话就能扯到这些事儿上。前2天给我打电话聊起来，说一起跳广场舞的认识了一个姨，脾气好，人也勤快，要是能给我当婆婆就好了。我想问那个姨做错了什么？那个姨甚至都没有儿子呀，就要给我当婆婆了，这是什么模式？消失的她。老公已经这么没用了吗？哦，人问我你老公呢？我说还没出生呢。太独立了，咱们独立女性就找独立婆家。好像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找个好婆家，从小就这样。结婚真的太重要，有什么好东西也要留到结婚。我们家有一床蚕丝被，距今已经有13年的历史。我说我这辈子没盖过这么好的被子，能不能盖一下子？说行，结婚时候给你。现在不行，我不得不去查了蚕丝被的使用禁忌，是不是未婚盖了不吉利？什么蚕这么厉害？哦，脑蚕啊！我讲这些哦，也有人问我三姨会不会生气。其实我在我短视频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她就是不往心里去，就是不跟我断绝关系。我今天借这个机会也想跟三姨说，为了你的事业，我真的尽力了，但我也要搞事业。我知道你也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嘛，但你还记得吗？我会养牛，我能把牛养好，也能把自己养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唐湘玉。今年确实是有进步了啊，有成长了，居然让我来压轴了。啊，还行还行。其实我这一季呢没怎么讲家里的事儿，
毕竟家里人也改过自新了，不敢上热搜。我三姨还写了封信拍给我，特别感人，那纸上甚至有斑驳的泪痕，这转变也太大了。我拿到手才发现，哦，那是油，油，我吃饭的时候写的。谢谢三姨给我加油。人是改变了，但家里条件没怎么改善。就有亲戚问我了：“你也有出息了，咋不帮衬家里呀？你没结婚没孩子的，钱都花到哪儿了？”我说：“花到女人身上了。”什么女人？我这个自私的坏女人。太自私了，去年狠狠奢侈了一把，我开始整租了。我相中了一个3层老洋房的阁楼，也不便宜的哈，比祥子那个好多了。我有阳台，阳台。但去了之后才知道，那个房东阿姨住在楼下，要求特别多，问了我学历、年龄、工作，又问我几个人住。我说我单身，1个人住。她说那可不一定，谈了朋友，谁知道会带什么人回来住？我说那不会，一个阁楼有什么脸带人回来住？我带个1米8的，头都没法抬，一抬头顶梁柱。而且他得先让我住，我才能证明我不会带人回来住，不然就是一个薛定谔的问题了。但我不敢再犟了，我怕他以为薛定谔也要过来住。我特别想说，阿姨，我真不喜欢和别人住，如果有可能，我都希望你也别在这里住。他说，哎，就是怕租给了不3不4的。我哪里不3不4的？我人5人6的。我都没说我做脱口秀的，那不得把他吓死呀！反正就是各种挑你，什么一个外地小姑娘不稳定，咱也不知道要多稳定。我在这阁楼里住一辈子吗？就不出阁了吗？还在里边考公务员呀？那以后别人出问题叫塌房，我叫内阁下台。最后我放弃了，我没有租，因为我发现他没有老伴儿，我怕他带老头回来住。回来路上啊，虽然还是特别的生气，但同时心里又很羡慕这个阿姨，那人家自己的家自己做主就是硬气啊，就是没素质。我从小其实就很渴望这样能当家做主。我们家逢年过节祭祖的时候，有一个最高仪式感，打纸钱。就是用一张100块钱的现金，在火纸上这么印几下，意思是这个纸就是钱了，再烧给祖宗。这个一直都是我爸来印的，因为我爸是一家之主嘛。但有一次我爸没在家，我妈就急坏了，那咋办呢？祖宗还等着还花呗呢。别失信了。我说那就我来印嘛，坚决不行。他说你爸印的才算数，这叫什么话？我印的就是假币吗？什么叫我爸印的才算数？银行印的才算数啊！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哎，让我弟来印的。我弟当时才6岁啊，承受了那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20以内加减法还没学会，一晚上印了100多万。但其实我也参与了，我拿了一张5毛的，偷偷印点零钱。我怕祖宗花的时候抛不开，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一个孙子想到啊。那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弟也是一家之主，我特别羡慕，我也想有这个能力，我就开始锻炼自己。越不让干啥我越干啥，不让我上香，我就在房间里自己点，反正这房子也不是我的。不让我上坟，我就给别人家的坟磕头。也算是磕到了，磕到了。我那会儿一放学就往坟地里跑，磕到老李家的时候还被发现了，哦，被人发现的啊，被人发现的。
把李家人气坏了。你自己家没有吗？显得你孝顺啊！我就是想知道怎么能当上一家之主。我把户口本都翻出来了，哇，更迷惑了。我堂堂嫡长女，居然在最后一页，我何曾当过倒数第一啊？我爸解释了说，哎，你以后要嫁人嘛，户口会迁出去，放最后一页方便。我直接抽出来了，我自己拿着更方便。我爸说你要造反呀，听听这个用词，谁还分得清他和皇太极？我说我没有，我只想多儿滚。我后来真去问了哈，我能不能当户主啊？说可以，但这房子得是你的，这不巧了吗？它就不可能是我的。旁边有个大哥就建议我了，那你可以让父母过户给你呀。真是个好建议，我咋没想到呢？我不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们要是给我过户，我还用开户；长公主要是能登基，还用夺嫡呀。不夺了，我自己买了。对，现在站在大家面前的不光是一位美女，也将是全村第一位女一家之主。简称大女主。虽然没有买在大城市啊，但还是很高兴的。我当天就去做了一本家谱，以后从我这里单开，我给我自己当太奶，重生之太奶竟是我自己。没有后代也不要紧，反正我早早的学会了印纸钱，也提前磕了很多头，打好关系了。别的不敢说，老李家肯定管我。好，大家谢谢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哇，还真是红气养人哈。准备好了吗？女团来了。我今天都想，要不然直接我们13个就成团算了。比什么赛？这个比赛把我搞疯了。哦，我虽然进了，但我每次分数都不高。上一轮我就觉得是时候拿出我最好的段子了。玩什么田忌赛马？我要惊艳所有人，可太惊艳了，倒数第一。下台我就哭了。当时黑灯在我旁边，他也没说啥，默默地去给我拿了饭。平常都是我给他拿饭，我哭得更大声了。这什么行为？乌鸦反哺。那我得吃啊！打开一看，拿2盒菜没拿饭，啥意思？我这么菜吗？脱口秀这碗饭我吃不上了吗？很敏感，也很脆弱。我那几天根本听不得倒数第一这几个字，碰到个3轮车倒车请注意我都听不得。我说有什么可注意的？他一直很努力，一直往前冲，就是倒了一下，有什么可注意的？师傅说，要不你还是注意一下吧，快压你脚了啊！能听出来我性格特别的要强，也经常内耗。为此，我还去医院做过那种心理测试，我怕测出来我有病，提前在家刷2套模拟题，是不是很要强？为啥是2套呢？因为第1套做出来真有病。医生就说了，说你放轻松，你要知道你没有那么多观众。我说我有，你才没有。我当天就换了小璐姐的医生，我也想当超一流女演员。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一点儿也不松弛。我从小受的教育就很难让人松弛。我爸经常跟我说要争气，啊，虽然咱比人家穷，但咱不比人家差。我说咱主要是不诚实。怎么不比人家差？
咱连学费都交不起，每次都要拖几天。老师问我啥时候交，我说不着急。我虽然没有交，但我也没有学。人穷志不穷，一点便宜不占。但我成绩还挺好的啊。老师都感慨说，人唐香玉家里这么穷都不放弃，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同学们面面相觑，什么理由？不努力还要理由？他努力不是因为他家穷吗？我说你可小点声吧哈。学校呢很重视我，经常让我去做那种励志演讲，我讲完他们就哭，也不捐款。我都这么穷了还消费我。青春期的自尊心格外的强，我就下定决心，我好好努力考第1名，让人家忽略掉穷这个光环，都已经是个光环了。我发了很多奖状，还上了报纸，结果那些奖状和报纸都要强调一句家境贫寒。我越努力，我家越贫寒。有一些为了煽情写得很夸张，几乎把我写成了孤儿。我爸看了报纸说：“咱家这么惨吗？”我说：“爸，你知足吧，下一篇都没有你了。”家里都求我说别再去演讲了，想要啥给你买点啥行吗？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要了一件棉服，有毛领子那种。毛领子什么概念？我们班花就穿毛领子的，我天天穿。开春我不是班花啊。开春了太热，把毛领子卸下来，缝在校服上也要穿。那时候就有人开始传，说初3有一个座山雕。很时尚，这就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也不是全是伤痕，全是伤痕。我本来以为也就这样了，不会有什么故事了。直到有一天放学，我遇到了一个骑鬼火的少年，他跟我要钱。我说：“你可真是有眼不识座山雕啊！你是不是穷疯了？我什么身价？只要我略施小计，我可以让你给我捐钱。”他当时那个表情啊，就是这个女孩好特别，见过横的，没见过又穷又横的，被我怼得面红耳赤，整不会了。我骑上摩托这么穷就跑了。我说：“你说谁穷？”我3轮车嘲笑我，摩托车也嘲笑我。1周之后，他来跟我表白了。这有什么好意外的？《流星花园》没看过吗？像我这种贫穷、倔强又耀眼的少女，一定会引起道明寺的注意。唐三太。表白很用心啊，用的是当时最流行的方式，围了个心形，点蜡烛，很浪漫。但用的是家里停电时候那种白蜡烛，把起鬼火还点鬼火。老远一看，我寻思跨火盆呢，毛领子差点给我点了。我没有答应啊，肯定不能早恋，后果太严重，万一被发现了，全校通报怎么办？通报上又写家境贫寒怎么办？这事儿呢都已经过去很久了，距离上一次比赛也过去半个多月了，我已经好很多了，我现在非常松弛，能看出来吗？你能看出来吗？我已经想通了啊，倒数第一怎么了？那至少还没有淘汰，3菜就算菜，还能继续比赛，还在桌上就有饭吃。我把今天当成我最后一顿饭，我使劲吃，我不光要吃饱，我还要吃好，我不光要3菜，我还要1汤。谢谢。大家好，我是唐香玉。哇，这2年确实有一种红了的错觉，感觉好多人认识我啊。直到我前段时间去演我的主打秀，在剧场门口碰到一个黄牛，问我要不要票。我心想这也太猖狂了，你卖不出去不能还给我吧？那天我没人接，我还进不去。黄牛说我带你进去。
我说啥呀？我要进去表演。他说那得加钱。也不能怪他认不出啊，我那个门票是一个背影。但另一次就过分了，有个大哥在卖我的周边，印着我照片的。我特意走过去，我说这是谁呀？他说金镶玉。来一个吧，这相遇。来不了，咱俩不该相遇。我们县城有个自媒体啊，也经常喜欢发我，发就发吧。那标题写的啥？唐香玉卑微到泥土里，开出花。这句话原版是张爱玲的，卑微到尘埃里，怎么到我这儿入土了？我这么土吗？点进去有很多虚假信息，说我特别厉害，不光会脱口秀，还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家虫草店，把我写得太好，我都舍不得举报。关键真的有人会相信啊！已经有亲戚找我办美容卡了，我说卡是真没有，虫草你等我一下，我卑微到泥土里挖。说到土啊，就不得不提我这个口音了。我以前也知道我有点口音，但我一直以为我的口音是京片子。我在北京待了9年，我普通话就是在北京学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是京片子。当年我在那个电视上听到广智和智胜的口音，我说句冒犯的，真的被土到了。土得我直接大喊：山东人说话不是这个样。是不是黄子韬老师？是。结果去年我的节目播出，好多人说我学他俩，土就算了，还是学的，我都没法澄清。我总不能说不是学的，我本来就很土。其实我知道啊，我不是一个洋气的人，我就是一农村孩子。长得也不洋气，尤其是这颗痣，总有人评论让我去点痣，好意的我都心领了，我去医院看过，他没事儿。但有那种特别强硬的，把痣点了，就好像这个痣是我偷来的，给我交出来。你说话这么管用，你不应该浪费在我身上啊！你应该去高铁站把烟掐了。去美国把枪放下，去你的吧，把嘴闭上。还有人劝我说：“哎，点掉了一定是大美女。”什么意思？我现在是太美女。那幸好没看到这一刻，不然我就是全美女。你说为什么要关心别人的痣？是也开了一家美容院吗？如果非让我点啊，我可以把我名字里的点了，把玉点成王。都希望今年产生一个女王，不会是我唐香王吧？唐香王吧，怎么这么奇怪呀？说王不说八。反正说啥的都有，还把那种看面相的招来了。有的说有福，有的说克夫，我都行，都有用，真的有用。我表弟和我弟妹是那种多年的异地恋，特别不容易，定了去年结婚，结果去年都说是寡妇年，不能结婚。有听过这个说法的吗？有。我看什么封建糟粕都没见过啊。其实就按农历来说呢，去年没有立春，称为寡年，寡组词寡妇，就成了寡妇年，多么匮乏的词汇量呀！你组词寡人、寡王都行，不组词都行。如果因为一个字音就不能结婚，那我还说去年不能开车，容易剐蹭，很荒谬啊！但表弟他们就很焦虑嘛，因为这个事儿。我说没事儿，你俩放心的结。这个寡妇我来当，我可以当。看到这个痣了没？这就是寡妇的标志。我
我表弟感动坏了，说姐，那你牺牲太大了。我说不是你姐牺牲大，是你姐夫牺牲大，你姐夫直接牺牲了。所以这不是也有用吗？我就没动他，让我点痣的呢，我都拒绝了，说我装，能割双眼皮，但不点痣。这话说的，我还能割，但不善舞呢。我割双眼皮是因为我想割双眼皮，同样的，我点痣只能是因为我想点痣，我也不知道我在染什么，可能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但拒绝了别人，我又会很内耗，你说会不会伤了人家的心呀？不喜欢我了。我朋友说，你看又卑微到泥土里了。我说没办法，我就这么走过来的呀，这是我来时的土路。有土才能开花嘛啊！但我还是要谢谢那些让我点痣的朋友们。我知道是想让我变得更好，但我改变了这一个，肯定还会有别的。我觉得太累了，我还是打算做自己了。好，谢谢大家，谢谢。